18年前，我被丢弃在孤儿院门口，院内护工发现我手上握着一张红纸，纸条上写着白若叶3个字，从此那3个字也成了我的名字。15岁的时候，孤儿院因为某种原因关闭了，我被迫在大街上乞讨。那时我觉得自己有手有脚，干点什么都能赚钱，不想这样窝囊的活着。之后便找了一家饭店打零工，刷盘子洗碗，无论干什么脏活累活都毫无怨言。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遇到了一个无良老板。月底开工资的时候，老板以我还没有成年为由不发薪水，我去找饭店老板理论，还被饭店老板和店里的伙计打了一顿，并从饭店扔了出去。既然你那么喜欢钱，那你留着出殡的时候花吧。随后我便离开，饭店老板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特意等饭店打烊了，请店里的伙计在店里喝酒。就在他们喝得5迷3道时，我的身影出现在饭店，随后拿出了2个啤酒瓶，瓶里装着淡黄色的液体，眼神冰冷地盯着饭店里面正在喝酒的几人，猛地砸碎饭店的玻璃，把1个啤酒瓶扔了进去。老板和店里的伙计喝得正开心时，突然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他们猛地回头看去，刚好看到1个啤酒瓶对着他们飞了过来，砸在他脚下，应声碎裂，流出黄色液体。尼玛的，谁呀？这时一股浓烈的汽油味钻进他的鼻子里，饭店老板脸色猛地一变。卧槽，是汽油！还没等店里的伙计反应过来，他们又听到了一声啤酒瓶碎裂的声音在后门传来。老板和伙计急忙看向后门，只见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伙计站着，嘴里叼着一根烟，冷笑着看着他们。是你个小崽子，刚才是不是打你打得太轻了？你特么等着，让老子抓到你，看我不弄死你的！饭店老板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时一个伙计喊道：“老板，后门被这小崽子从外面顶上啊！”你们刚才打得很爽是吧？要不要来点更爽的？说完后，拿出一个打火机，点燃香烟，猛吸了一口，就对着后门扔了出去。大火瞬间燃烧起来，吓得饭店老板和店里的伙计瞬间醒酒。着火了，快跑！可当他们跑到饭店大门的时候，才发现饭店大门被锁上了，大火瞬间蔓延。慌乱的饭店老板和伙计刚才都赌到了气，大火顺着他们的脚一直烧过去，很快烧到了我的身上。我看到饭店里的火光越来越大，急忙快步离开胡同。冷静下来后，心里开始紧张起来。那毕竟是几条人命，再加上今天被饭店的伙计打了一顿，脑子晕乎乎的，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哎，刀哥，那好像有个人，肯定又是哪个酒蒙子喝多了。刀哥，走吧，我们哥几个送你回家。就在刀疤几人准备离开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卧槽，什么动静？你们看，那里好像着火了，刚才不会是煤气罐爆炸的声吧？刀疤的小弟纷纷议论着。这时刀疤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汽油味，扭头看向趴在地上的白若叶，随后他迈步走去。当刀疤来到白若叶身前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汽油味，把他扶起来。2个小弟急忙把白若叶从地上扶了起来。当刀疤看到白若叶样子，微微一顿，刀哥是个小崽子，这家伙身上怎么有那么大的汽油味？该不会是个油耗子吧？刀疤看向不远处正在燃烧的饭店，又看向一身汽油味的白若叶，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把这小子带上，咱们走。小弟听后，拖着白若叶向不远处的一辆黑色桑塔纳走去。当时是2000年，那个时候能开上桑塔纳的人身份都不一般。2个小时后，我从昏迷中醒来，突然回想起放火的场景，脑子瞬间清醒，猛地坐起来。醒了，小伙子可以啊！既然敢拿汽油放火，那个饭店里的人跟你有什么仇？至于放火把里面的人都烧死吗？我并没有说话，而是打量着刀疤。从穿着打扮和样貌，肯定不是警察。刀疤的小弟坐在一边的沙发上，一脸戏谑地看着我。喂，小子，我刀哥问你话呢，要是没有我刀哥，你小子现在都特么死在外面了。我听后恍惚地记起自己好像晕倒了，猜到应该是刀疤救了我。我虽然年纪小，但也懂得知恩图报，于是不再隐瞒，把我的事对刀疤说了一遍。你这小子还挺狠，就差了你1个月的工钱，你就把饭店里的人都烧死了。小伙子，我看你也没地方去，不如以后就跟着我混吧。放心，只要有我在，绝对不会差你工钱，还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曾在孤儿院的时候就听说过，想要出人头地，除非你家里有钱有势，不然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出来混。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当然不会错过。而且我还欠刀疤1条命，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本以为跟了刀疤以后，每天就是出去抢地盘，可没想到刀疤竟然让我在夜店当起了服务生。虽然心有不甘，但刀疤毕竟救了自己一命，也没多说什么。还好夜店服务生的工作非常轻松，每天就是给人拿酒拿果盘，也不用我干那些脏活累活。时间一晃过去了3年，曾经瘦弱的我也变成了大小伙子，样子也越来越帅。夜店里好几个富婆都对我有意思，曾经有个富婆更是出价每个月2万块钱想要包养我，可惜我就是天生硬骨头，就吃不了软饭。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3大帮派之一的毒蛇帮突然带着人来抢黑青帮的场。当时刀疤和几个小弟正在夜店的包房里喝酒，30几个毒蛇帮的小弟突然冲进包房，对着刀疤他们就是一顿。刀疤虽然没死，但他自己怎么可能打得过30几个人？就在刀疤以为这次要折在这的时候，包房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惨叫声，白若叶手里握着一把砍刀，对着毒蛇帮的人一顿乱砍。刀哥，走！毒蛇帮的人没想到刀疤竟然还有救兵，只是一个照面，毒蛇帮的人就被砍翻了4、5个。白若叶出手很飞，几乎每一刀都在对方的要害上。就在毒蛇帮的人没反应过来时，白若叶对刀疤大喊了一声，
刀哥，快走！刀疤和几个小弟急忙向包房门口跑去，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打群架，人少的一方肯定吃亏。当刀疤和几个小弟跑出包房，又看到20几个人色到人一起干。刀疤这边只有6、7个人，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他猛地拽了一把还在砍人的白若叶，喊：“妈的，走了！”此时的我已经杀红了眼，身上沾满了鲜血，手里的砍刀已经砍举的刃了。刀疤拽着我跑出夜店，我们刚跑出来，毒蛇帮的小弟便追了出来。刀疤和我跑着跑着突然跑散了。我穿着夜店服务生的衣服，很好辨认，10几个毒蛇帮的小弟一眼便认出了我，跟在我后面狂追。我也不是傻子，知道自己不是那10几个毒蛇帮小弟的对手，只能选择逃跑。不知不觉跑到了一条死胡同里。尼玛的，小崽子还挺能跑，你再跑啊！敢跟我们动手，我看你是活够了。说话的是毒蛇帮毒蝎堂的堂主，外号叫蝎子，也是一个狠人。给我砍死他！蝎子的小弟听后，拎着砍刀冲向白若叶。白若叶紧紧地握着手里的砍刀，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出去，必死无疑。上级说道：“毒蛇帮来抢场子，我单枪匹马救出刀疤，逃跑时却和刀疤跑散了，被堵在死胡同里，生死一刻。妈的，拼了！”这时，一个小弟拎着砍刀冲到身前，举起砍向我的脑袋。我见状，猛地一脚踹在小弟的肚子上。就在小弟还没反应过来，趁机一刀劈死他。就在我想要把刀抽出来的时候，发现砍刀竟卡在了骨头缝里。突然，一个蝎子的小弟冲上来，一刀砍在我的胳膊上，这一刀差点把我的胳膊砍断了。我咬紧牙关，这才没叫出声来，猛地踹在黄毛的脑袋上，把刀拔出来刺向蝎子的小弟。刀疤曾经教过我，打群架的时候，如果对方人多，就抓住一个往死里干。想到这，看向胡同后的蝎子，身体发力，对着蝎子冲了过去。蝎子能当上毒蛇帮的堂主，自然有些本事。他身体一侧轻松躲开我这一刀，随后从身后突然抽出一把尖刀刺向我的胸口。我只感觉胸口传来一阵剧痛，周围突然变得十分安静，一点嘈杂声都没有，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这就要死了吗？老天爷，老子是抱你家孩子跳井了吗？你要这么针对我？白若叶感觉老天爷就是在捉弄他。别的孩子都在家里和父母撒娇的时候，他在孤儿院；别的孩子上学的时候，他在打工，努力不让自己饿死。好不容易现在有了一次出人头地的机会，还特么让人捅死了，不甘心，非常不甘心。这时一阵警笛声传来，蝎子不想惹麻烦，把尖刀从白若叶的胸口中拔出来后，带着小弟急匆匆地离开了。白若叶的身体慢慢倒下，他很想知道父母为什么会丢弃他，而他唯一能找到他父母的线索，就是那张写着奇怪名字的红纸。鲜血流到那张红纸下面，突然泛起诡异的红芒，而他并没有发现红纸的意义。我不甘心！随着一声大吼，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这时，那张诡异的红纸突然钻进了白若叶胸前的伤口，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只见身上的伤口竟然在慢慢愈合。我在哪？我死了吗？这里是阴曹地府吗？白若叶的身体漂浮在无尽的黑暗中，她的身体仿佛失去了知觉一样。这时，一道陌生的声音在脑子里响起：“你没死，不过也快了。你是谁？我叫柳白。”柳白，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听过。这时，一张红纸飘到身前，这不是我的那张红纸吗？柳白，对，红纸里有这个名字。话音刚落，只见一条大蛇从黑暗中缓缓显现出来。那条大蛇体长足有100米，通体漆黑。很意外吗？你是妖怪？小子，你说话最好注意点，我可不是妖怪，我是仙。白若叶突然想起，他曾经找过看事的大仙看过那张红纸。大仙说，那张红纸是保家仙的堂口，在东北，很多人家都供奉保家仙。保家仙也称为东北5仙，分别是狐、黄、白、柳、灰。狐是狐狸成仙，黄是黄鼠狼成仙，白是刺猬成仙，柳是蛇成仙，灰则是老鼠成仙。你是柳仙？没错，我就是柳仙，也是你们白家的保家仙。我们白家的保家仙。白若叶听到柳白的话后，这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襁褓里会有那张红纸。可他不明白，他父母当年为什么会遗弃他，而且还把那张红纸塞给了他。刚想问出心中的疑惑时，柳白先开口说道：“时间来不及了，我现在和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你身上拥有白家的灵根，所以你要继承白家的保家仙，以后你就是我的弟子，也就是世俗常说的出马仙。不过你还需要通过考验才行。你身上的伤已经被我治好了，只不过从你苏醒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只剩下了3天的寿元。不想死，你就要履行出马仙的职责，那样你会获得功德，功德可以为你续命。”柳白说完后，将一个红布包裹送到白若叶身前。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我会为你开启阴阳眼。你现在的道行太低，不能一直使用，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能用。最后还有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要尽快立堂口，不然你也会像你父母一样。听到柳白提到他父母，他刚想开口询问他父母的事，脑子突然传来一阵眩晕感。下一刻，他猛地睁开眼睛，警惕地盯着四周。这是医院？难道刚才我是在做梦？想起蝎子刺在他胸口的那一刀，急忙看向自己的胸口，只见他的胸口上并没有伤口。刚才不是在做梦，那条大蛇真的把我身上的伤口都治好了。突然，他感觉自己摸到了什么，低头看去，只见一个红布包在他身旁，好奇地打开，只见红布包裹里面竟然放着一把砍刀。砍刀！卧槽！出马仙难道也砍人吗？就在他看着那把砍刀的时候，
发现他的手上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数字3。那条大蛇说我醒来后只有3天的寿命，难道这个数字就代表着我的寿命？功德可以续命，可我要怎么才能获得功德呢？白若叶正在犯愁的时候，发现红布包里还有一本书《出马仙秘术》，里面的内容很乱，有关于鬼的介绍，还有立堂口的方法和出马仙的秘术等等。不知不觉中看完里面的内容，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世界上真的有鬼吗？以前一直以为出马仙就是骗子，现在他才知道出马仙竟然如此厉害，同时也找到了获取功德的方法。出马仙获得功德方法有很多，但主要有4种方法：驱邪、看事、走阴、治病。已经半夜12点了，也不知道刀哥他们怎么样了。就在白若叶想要给刀疤打电话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这么晚了，谁啊？话音刚落，扭动门把手的声音传来。突然，房间里的温度瞬间降低了好几度，病房里的灯光也忽然变暗。都说医院里面非常邪门，现在又是半夜12点。出马仙秘术中说半夜12点是阴气最重的时候，难道刚才是鬼敲门？一阵阴森诡异的笑声从门外传来，白若叶急忙看向门口，只见房门慢慢打入空气，不过房间里的灯光很暗，而且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突然想起自己有阴阳眼，快速闭上眼睛，心里默念柳白教的咒语。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只见门外出现一道人影，看体型来说应该是个老头。门口的老头慢慢朝着白若叶走来。妈的，这鬼东西冲我来的！奇怪，这小子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我明明感觉他气息虚浮，命不久矣，现在阳气怎么这么重？难不成是回光返照？结。不过没关系，看他阳气不稳，应该撑不了多久，不出3天必死无疑。等你死了，我再好好享用你的魂魄。结。老头还在对着白若叶苦笑的时候，白若叶突然抬起手，猛地一个大嘴巴抽在老头脸上。你特么对我龇牙姐姐你妈呢！哎呀，我操！你竟然能看到我，还能碰到我！操，老子还能踹你呢！老头被白若叶一脚踹倒在地上，紧接着冲到老头身上，对着老头的脸就是一顿猛踢。敢惦记老子的魂魄，我特么让你记！我特么让你记！东北人打架有了习惯，嘴里不骂2声好像使不上劲一样。躺在地上的老头双手紧紧地抱着脑袋，一看就不是第一次挨揍。刚才白若叶看到老头身上笼罩着一层黑雾，按照出马仙秘术中的记载，鬼也分好坏，好鬼身上只有阴气，而恶鬼身上则会怨逆缠身。老头身上的黑雾是怨气，此时老头心里充满了震惊。他在这家医院里已经游荡了10几年，以将死之人的魂魄为食，这还是10几年里第一个看到他的人。原本今天来是想吞噬白若叶的魂魄，没想到白若叶意外的成了出马仙。这小逼崽子下手挺黑呀，专挑我的要害踢。哎呀，我操，踢我眼珠了！你特么真当老夫好欺负是不是？老头的身体突然直挺挺的站了起来，好似僵尸一样。本来我还想让你多活几天，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了。他话还没说完，白若叶对着老头的肩膀就是一刀，一股黑色的血液从老头的肩膀上流出，血液中散发出一股腐臭的味道。你特么血管里输臭豆腐吃了吗？老头知道今天遇到了硬茬子，他不敢过多停留，转身就要向外跑去。来都来了，还想跑？他猛地扑了上去，骑在老头身上就是一顿乱跑。没一会，老头就没了动静。就在白若叶疑惑的时候，老头身体变成一股烟，钻进白若叶的身体里。白若叶感觉到手有些发痒，急忙看向自己的手，只见手上的数字从3变成了10。这是怎么回事？你刚才杀了那个怨灵，获得了功德，增加了7天的寿命。听到柳白突如其来的声音，急忙看向四周。别找了，我现在是用残存的意识在和你说话。你刚才杀了那个怨灵，堂口吸收了一缕怨气，才唤醒了我的意识。我没醒过来的时候，听到你提到了我的父母，我想知道我父母为什么会遗弃我，他们是不是出事了？你想要知道父母的事，必须要先立堂口才行，到时我自然会告诉你。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只能是害你。他从柳白的话中猜到当年他父母肯定出了什么事，才会将他遗弃。既然柳白不说，也没有继续追问。想要立堂口，必须要有4梁8柱齐全才行。4梁指的是5仙中的3位大仙，胡黄柳再加上飞王鬼仙，称为4梁。柳白的名字在最上面，说明他是堂口的堂主。其实仙家的堂口和黑帮差不多，华清帮有4个堂口：青龙堂、白虎堂、朱雀堂、玄武堂，就相当于4梁。每个堂口下面有一些小头目，比如刀疤这样的，这些小头目就相当于8柱，主要负责砍人抢地盘。柳白听到白若叶对4梁8柱的理解后，沉默了好久。那我是不是找一张红纸就可以开始立堂口了？用我给你的那张红布就行。立堂口并不是一件随便的事，需要上方仙家准许。这块红布就代表了仙家认可，你只要找到合适的4梁8柱，就可以立堂口了。白若叶听完点点头，随后又露出纠结的表情。我不想死就要成为一名出马仙，可又想出人头地，跟着刀疤混出点名堂，这让我有点难取舍呀。毕竟出马仙也要吃饭。只要你立了堂口，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寿命，到时候想做什么都行。再说当初马仙和你当小混混并不冲突，砍谁不是砍？白天砍人，晚上砍鬼呗。我觉得柳白说的也有些道理，随后拿起电话打给刀疤。喂 ，yes， 刀哥，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小子可醒了？你一睡就是3天，老子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你在医院里等着我，我现在过去找你。挂断电话后，
柳白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脑子里的记忆，觉得你可以用你出来混的那一套方法成立堂口。反正堂口和堂口之间本来也不消停，就像帮派打架一样，经常起冲突。所以四梁八柱一定要齐心，这样才能立稳堂口。卧槽，你能读取我的记忆？哼，我并不是故意要的，我现在只是一缕残缺的意识，只能暂时寄生在你的脑子里，不想知道也要知道。那你的身体呢？等了半天也没有听到柳白的声音，看来他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在我想要收拾一下东西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上集说到，我被刀疤桶死后，却意外成为保家仙，但只有3天寿命。苏醒后，拳打恶灵，续命7天。正准备离开的时候，遇见一个奇怪的人。卧槽，什么东西？只见门缝探出一张苍白的脸，正在盯着他。我不是东西，你刚才对着空气又骂又砍的，该不会是精神病吧？你透才神经病呢！老子刚才是在杀鬼呢，看你这病殃殃的样子，要不是老子今天把那个老头弄死，说不定哪天他就能把你带走。男生听到话后，眼睛猛地一亮。你刚才真的在抓鬼？我为什么要和你解释那么多？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顾青，是哈北市医科大学的学生。我问你了吗？兄弟，不，大仙，我好奇的问一下，如果请你去抓鬼，要花多少钱？顾青的话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现在只有10天的寿命，正想着去哪抓鬼呢？抓鬼？哪里？医科大学。我神色一顿，看顾青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顾青听到后，猜到是来看白若叶的，他没再多说什么，而是要来了电话号码。刀疤带着小弟走进病房里。卧槽，你小子可醒了！你可吓死我们了！我们找到你的时候身上都是血，还以为你挂了呢。没想到你小子的命还真大，还真活过来了。叶子，我这条命是你绣的，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只要你刀哥有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让你饿着。刀哥，这么说我不用再当服务生了。刀疤和他身后的小弟都笑了。白若叶可谓一战成名，一个人一把刀砍翻了毒蛇帮10几个小弟。现在道上的人都在议论，以前刀疤觉得白若叶岁数还小，不想让他卷进帮派争斗中，所以才让他当个服务生。等你伤好以后就跟着刀哥混，刀哥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刀哥，我已经没事了，现在就能出院。才发现你小子的气色不错啊！我们前几天送你过来的时候还奄奄一息，现在怎么活蹦乱跳的，好像没事人一样？那都是别人的血，我并没有受伤。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虽然刀疤救过我一条命，但我暂时不想把出马仙的事告诉别人。别人的血，没想到你小子身手不错啊！出院也行，这地方待的晦气。刀哥，我被毒蛇帮堵在胡同里的时候，好像……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刀疤听后笑了。放心好了，帮派争斗从来不报官，不然以后毒蛇帮也别想在哈北市混下去了，他们应该自己处理了。随后刀疤和我寒暄了几句，就去办出院手续。凌晨2点左右，我走出病房的时候，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只见顾青那张苍白的脸再次出现。妈的，可算离开这里了，不然迟早被这小子吓出心脏病来。不知道这小子说的闹鬼的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现在就10天的寿命，必须想办法找到鬼才行。出院以后，刀疤带着我和小弟来到一家大排档。你昏迷了3天3夜，肚子里早就空了吧？来点菜，我安排。我确实饿了，毕竟在病床上躺了这么多天，点了很多肉串和啤酒。在等串的时候，我看向刀疤问道：“刀哥，毒蛇帮的事怎么解决了？”刀疤听到毒蛇帮3个字后，脸色猛地一冷。哼，妈的，敢带人来我的地盘砍我，这件事绝对没完。刀哥，要我说咱们就直接把蝎子给挑了。挑了是北方话，就是弄死的意思。其他小弟跟着点点头。刀哥，我认识一个女的，她在蝎子的夜店里跑活，我可以让她帮忙盯着。他竟然敢带人来砍我，我必须挑了他。秃子，你让那个妞把蝎子盯紧了，只要找到机会就干了他。放心吧，刀哥，这肯定办得明明白白的。好了，今天不提这事，来，大家庆祝叶子今天加入咱们，干一个！白若叶他们拿起啤酒瓶，撞了一下，对着嘴喝了起来，一直喝到天蒙蒙亮，才回到夜店包房。叶子，你以后就住这，东西都是现成的，你直接睡就行，反正就是埋汰点，明天让人给你换一套。好的，秃哥，你晚上喝了那么多酒，早点休息。秃子点点头，转身离开了。白若叶也不是什么干净人，直接躺在床上回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我现在只有10天的寿命，必须要尽快找到鬼才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鬼的？这个不用你担心，你身上现在背着一个堂口，虽然还没有正式立堂，但周围的鬼也会感觉到，到时候他们就会主动来找你了。主动找我？我有些不理解。不过今天晚上喝的有点多，现在脑袋晕乎乎的，也没问太多，不知不觉的就睡了过去。不知道睡了多久，听到一阵婴儿啼哭的声音。这大半夜的，谁家小孩啊？白若叶骂完以后，突然睁开眼睛。不对，这里是夜店，怎么可能会有小孩？这时他发现那婴儿的哭声好像是在房间传出来。白若叶猛地坐起来，看向房间里，借助窗外的月光，他看到一个女人蹲在墙角，怀里抱着一个只有拳头那么大的婴儿。婴儿的啼哭声十分诡异。谁？白若叶的声音响起后，婴儿的啼哭声戛然而止。随后，那个女人扭头看了过来。女人留着一头长发，面容好，脸色苍白如雪，猜到她是个鬼。不过女人身上没有怨气，
并不是害人的恶狗。大仙，求求你帮我把孩子找回来好吗？你的孩子不是在你怀里吗？白若叶说完后，突然发现女人怀里抱着的竟然是一个没有脸的婴儿。我的孩子被人偷走了，我找不到我的孩子了。大仙，你可以帮我找到我的孩子吗？这时，柳白的声音传来：帮助他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老大，你让我砍人还行，找人我上哪找去啊？女鬼突然伸手在头发上摸了一下，随后一根头发对着我飘了过来。大仙，只要你靠近我的孩子，这根头发就会有反应，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你孩子是怎么丢的？女鬼将她的事说了一遍。1年前，她老公开车带着她去医院做孕检，车开到半路的时候，一辆越野车撞向他们。可当她的魂魄脱离了身体后，发现她的孩子竟然不见了。好吧，我只能试着给你找找，要是找不到你可不能怪我。女鬼站起来对我鞠了一躬，然后就慢慢消失了。随后我躺在床上继续睡觉。这时，女鬼头发上的香气传进鼻子里，是不是很香？如果喜欢可以上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柳白和白若叶的大脑融合在一起的原因，还是柳白原本就不是什么好货。白若叶发现柳白说话流里流气的，一点都没有保家仙的样子。害羞什么？柳仙一脉的修炼之法和其他4仙不同，柳仙一脉主要靠双修提升修为，遇到喜欢的就上，别控制。白若叶听后老脸一红，她还是个厨，哪里懂这些？老不正经的东西。随后躺着慢慢睡着了。第二天，白若叶想着回一趟原来的宿舍，来到公交车站等车，突然身体一颤，发现女鬼给的头发有异样。顺着方向看向一台刚停在路边的车上，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女鬼的孩子应该就在那辆车里。等白若叶看清车里的人后，眼睛里猛地闪过一道冷漠，还真是冤家路窄。那辆车里坐着的人正是毒蛇帮的蝎子，蝎子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链子，金链子下面挂着一块巴掌大的金牌。他戴的是一块阴牌。阴牌，湘西那边有一种邪术，用未出生的婴儿炼制成古曼童，再把古曼童放进牌子里，就是制成了阴牌。阴牌可以挡灾改运，这也太他妈缺德了！刚好今天新账旧账都一起算了。蝎子坐在车里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只见他伸手指向不远处的洗浴中心，随后那辆越野车向洗浴中心开去。白若叶拿起手机给刀疤打去电话：刀哥，我看到蝎子了，他带着小弟去云顶洗浴了。刀疤听到话后猛地坐起来：道外的云顶洗浴吗？是的。好，你看着他，我现在就带人过去。哼！上集说到，半夜女鬼求助让我帮忙找孩子。第二天发现女鬼的孩子被做成阴牌，戴在蝎子身上，刚好新账旧账一起算。先生几位？一个人。你想要一个什么套餐？咱们这有28、58、98、288的。白若叶在口袋里翻了半天，只有一张50的，还有点零钱。你可能是出马仙里最穷的一个了。柳白说的确实是实话，别看现在的人一个个嘴里说相信科学，但遇到科学解释不了的事，还是去找出马仙。而且出马仙不光帮人看事，还看风水，看一次可不少钱呢。最后买一个28块钱的套餐，刚上楼就看到蝎子和他小弟，因为蝎子纹身的原因，周围都躲得远远的。本来想着给刀疤打电话问他们到哪了，刚打出去手机就没电了。昨天晚上喝多了忘记充电了，现在怎么办？那天晚上那么黑，他们应该认不出我吧？操！就算认出来又能咋地？反正老子有刀。大哥，我新认识了几个学生妹，要不要晚上把他们叫出来玩玩？蝎子听后脸上顿时露出了表情。我就喜欢学生妹，行，今天晚上就把他们约出来，晚上好好放松放松。哼，就怕你们没命享受。时间过了大概10几分钟后，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白若叶猜到肯定是刀疤他们来了，果不其然，只见刀疤带着小弟拎着砍刀冲了进来。是刀疤，快跑！蝎子就带了几个小弟来，而且身上都没带家伙，如果不跑，肯定要交代在这里。刚准备要逃，白若叶眼睛里只划过一道冷芒，手里握着刀，瞬间冲向蝎子。蝎子的注意力一直都在刀疤身上，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异样。突然感觉身后一凉，扭头对视到白若叶冷漠的眼神。今天你必死！当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发出一阵惊恐的尖叫声，蝎子的小弟也慌了，现在就想赶紧逃出去，不然他们的下场肯定和蝎子一样。趁着蝎子的身体还没有倒下去的时候，快速拿走阴牌。白若叶闻到鲜血的味道，心跳突然开始加速，一股无比兴奋的感觉由心而发。叶子快走！哈北市在当时出了名的乱，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为帮派争斗被砍死在街头。虽然六扇门对帮派火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涉及到人命，六扇门也不会坐视不理，尤其是在开放场所发生命案。很快，刀疤驾驶车辆驶离了洗浴中心，开出去一段后，白若叶看着外面，疑惑地问道：“刀哥，这也不是回夜店的路啊！咱们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蝎子砍死，条子那边肯定会找咱们，现在回夜店很可能会被堵在里面。那咱们现在去哪呀？先去村子里躲一躲，等过几天风声过去了，咱们再回来。咱们的场子怎么办？放心吧，这段时间不会有人敢动咱们的场子，就算条子没在夜店蹲咱们，龙哥的人也不会让人把场子抢走。”刀疤说的龙哥是华清帮青龙堂的堂主，龙哥原名唐龙，道上的人都管他叫龙哥。几个小时后，来到距离哈北市100多公里的一个村子，这是东子老家的房子，很安全。随后，刀疤拿出一沓100元大钞交给东子，
去小卖部买点吃的和啤酒，去远一点的小卖部再买几条烟，回来的时候多注意点后面，别把尾巴带回来。刀哥，我出去屙个尿啊。下次这种事就不用跟我报告了。咋地？你是想让我陪着你啊？其实他并不是想尿尿，他主要是想把古曼童处理掉，这样古曼童就可以转身投胎了。小子，看你也挺可怜的，一口奶还没喝着呢，就让人练了。今天我把你埋在果树下面，饿了的时候你还能摘点果吃。等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来这里给你带点牛奶。说完就蹲下挖坑，把古曼童埋了进去。好了，你也算解脱了。随着古曼童埋葬后，再次看到了昨天晚上那个女鬼。女鬼对白若叶深深的鞠了一躬。多谢大仙，大仙的恩德我一定记在心里，来世再报答你。女鬼说完后，两道黑气从她和婴儿身上冒出来，钻进白若叶的身体里。白若叶看向自己的手腕，只见她手腕上的数字变成了25。这时女鬼递上来一根蜡烛，这蜡烛的灯芯是用我的头发编织而成的，送给你。接过蜡烛后，女鬼和婴儿的身体慢慢消失不见了。给我一根蜡烛有什么用？这是一根明烛，点燃后如果烛火变成绿色，便证明附近有鬼存在。而且点燃明烛后，普通人也能看到鬼。明烛可是出马仙必备的物件哦。白若叶看着手里的明烛，明烛的大小和普通蜡烛一样，就连摸着的感觉也是一样。喂，叶子，你干鸡毛呢？东子他们回来了，买了很多吃的，刀哥叫你过去吃饭。来了，屙个尿那么长时间，你小小年纪不会肾就不行了吧？叶子，你跟哥说，你是不是经常尿频、尿急、尿等待？等这件事过去后，我给你介绍的老中医，那老中医嘎嘎牛逼，上次给我开了几副药，我现在尿尿好像开了水龙头一样，都特么呲血。可拉倒吧，我肾可没有毛病。刀哥，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这种事顶多1个月风头就过去了，到时候咱们就能回哈北市。叶子，以后这种事多了去了，你就当是来度假，放松一点。我就是随口问问，虽然表现得满不在乎，其实心里慌的一批。现在就25天的寿命，如果在这浪费1个月，还没等回去，我就打了。叶子，你小子挺牛逼啊！刀哥刚收了你，你就把蝎子给做了。其他人听到秃子的话后，也看向白若叶，他们已经认可了这个小老弟，毕竟出来混一是讲义气，二就是要狠。咱们出来混的，只脚踩在监狱里，另外一只脚踩在棺材里，想要活得久一点，就要比别人狠一点。你现在是我兄弟，等于你也是华兴帮的一员，出事了华兴帮自然会为你摆平，不用担心。白若叶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放松一点，不用那么紧张，就算被抓进去又能怎么样？就当进修去了呗。其他人听后都笑了，能看出他们并不害怕进监狱。哎，东子，这里有没有娘们？这要是真在这待1个月，那不把人憋死啊？说话的是刀疤小弟老炮，无女不欢，这个外号就这么来的。你还是注意点吧，就你这小身板，早晚死在娘们身上。这时屋子里的灯突然灭，什么情况？喝得正嗨呢，怎么停电了？东子，你是不是没交电费啊？我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估计是没电费。这年头谁交电费啊？一会儿给我找根电线，我给你连电线杆子上。这大晚上的也不能一直摸黑吧？东子，你家有没有蜡烛？我去找找，我记着好像哪有一捆。东子说完后起身离开。白若叶喝了点酒，有点上头，顺手把明烛拿出来。我这有蜡烛，点上。此时众人已经喝高了，根本没有人关心白若叶的蜡烛是从哪里来的。秃子顺手就点燃了明烛，趁着有量把这点酒喝了，喝完好睡觉。就在白若叶准备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向明烛，只见明烛的烛火竟然变成了绿色，身体猛地一看，瞬间就醒酒了。明烛的烛火变成了绿色，说明这附近肯定有鬼存在，这旁边也没有人家，该不会是东子家的老宅，是个凶宅吧？这时其他人也发现明烛的烛火颜色有些不对。卧槽，叶子，你这是在哪买的蜡烛？这火苗怎么是绿色的？怪他妈吓人的！突然一阵吧唧嘴的声音传来，众人闻声看去，只见一个年纪30岁左右的男人正趴在老炮的肩膀上，对着老炮的嘴吸阳气呢。那个男人脸上露出陶醉的表情，一边吸阳气一边还吧唧嘴。上集说到，我在浴场成功干掉蝎子打走阴牌，在东子老家暂避风头。晚上吃饭时发现老炮背后居然背着一个人。卧槽，你特么谁啊？老炮猛地伸手就是一个大嘴巴，不想手竟然直接从那个男人头上穿了过去，同时巴掌的掌风把明烛扇灭，房间里瞬间变得一片漆黑。这时东子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走进来，找到了，我就说我记着哪里好像放了一捆蜡烛。东子回来后突然发现房间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劲，怎么了？不会是哈北市那边出了什么事吧？老炮回过神后看向桌子这边的人，你们刚才都看到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还好意思问怎么回事？你家闹鬼，我们刚才都特么看到了啊！闹鬼？你家才特么闹鬼呢！不信你问刀哥，刀哥刚才也看到了。刀疤面色阴沉的点点头。东子知道刀疤不喜欢开玩笑，他既然点头，那证明这里真的有鬼。不对啊，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为什么那个鬼就缠着你啊？尼玛的，你是不是玩了谁家寡妇？人家老爷们找你报仇来了。也不怪秃子骂他，老炮确实喜欢干这种事。我最近也没碰哪个娘们啊。恶鬼怕恶人，我们出来混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怕鬼？刀哥，刚才那逼明显在吸我阳气呢。我虽然不怕鬼，但我还年轻，万一让他把我吸肾虚了可怎么办？行，找个大仙给你看看吧。你们村子里有大仙吗？
以前有个比较厉害的大仙叫老孙太太，不过听说前2年好像死了。死了你说鸡毛啊？叶子，我看你总贴身带着一张红纸，那张红纸应该是出马仙的堂口吧？你懂不懂这玩意？身为北方人，大多数都知道出马仙。白若叶跟了刀疤3年多的时间，刀疤自然知道他身上总带着一张红纸。对啊，叶子，你懂不懂这东西？你要懂的话，赶紧救救哥哥吧！哥哥可以断手断脚，但不能断了娘们啊！原本还想着如何解释自己现在是出马仙的事，既然话茬到这了，只能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我身上确实背着一个堂口，那我就试试吧。说完后，慢慢闭上眼睛。当眼睛再次睁开时，刀疤他们看着白若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白若叶看向老炮，只见刚才那个男人还趴在老炮的后背上，吸食着老炮的阳气。叶子，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难道那个逼养的还在我身上吗？随后把明烛重新点燃，众人再次看到那个男人，刀疤他们脸上顿时露出警惕的表情，纷纷站了起来。他们并不怕，他们主要担心鬼吸他们阳气，把他们也吸肾虚了。尼玛的，你给老子滚下来！像他们这样出来混的，哪个手里没有几条人命？他们根本就不怕鬼神，而且出来混的人都是拜关二爷的，百无禁忌。这时东子看向那个男人，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陈大彪，你不是去外地打工去了吗？怎么变成这逼样了？男人听到东子的声音后，终于有了反应。东子，你认识他？刀哥，这人是我们村的，叫陈大彪。你既然认识他，你能不能让他离我远点？我特么跟他又不熟。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不知道说话好不好使啊，我只能试试。喂，大彪，是我，你能不能给我面子，别缠着他了？下一刻，老炮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笑容。东子说完后，陈大彪果然离开了老炮的身体，只不过东子却遭罪了。你特么趴我身上干鸡毛啊！快点叶子，把他从我身上弄下去。陈大彪猛地看向白若叶，看我干鸡毛！我告诉你，你要敢吸我阳气，我肯定弄死你！陈大彪听后扭过头去，没再理会白若叶。白若叶上下打量了一下，发现他身上并没有怨气，证明他没害过人。他又不是恶鬼，又没有转身投胎，肯定有冤气。嘿嘿，这功德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吗？这样我就能多活几天了。嘿，哥们儿，你缠着他们是因为你有未了的心愿吧？谈谈如何？也许我能帮你呢。你一个小逼崽子能帮我什么？我特么是不是给你好脸了？陈大彪一脸不屑。怎么的？你还想打我啊？来呀，打我啊！白若叶直接被气笑了，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这是我长这么大打的最爽的一个嘴巴子，角度和力度都刚刚好，过瘾。刀疤他们一脸怪异的看着白若叶，没想到他竟然可以打到鬼。惊讶过后，又用看变态一样的眼神看着他。只见白若叶抓住陈大彪，又是好几个大越打越兴奋，表情像极了变态。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这么变态呢？大哥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你刚才不是挺牛逼吗？怎么的，服了？服了，服了，大哥。刚才好好和你说话，你不当回事，非要揍你一顿，你特么才听话。陈大彪现在哪敢出声，他只能在一边点头哈腰的应是。白若叶拿起酒瓶的时候，手一直在颤抖，并不是他的颤抖，而是刚才打陈大彪的时候，肾上腺素快速上升，无处释放才抖。都说打架的时候绝对不能惹这样的人，看来这话果然没错，怪不得他被蝎子他们堵在死胡同里，还能干死蝎子好几个小弟，这种人就是疯子。说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陈大彪听后突然果大哥，我确实有冤啊。3年前，我娶了个老婆叫王淑兰，她长得非常漂亮，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就喜欢打麻将。直到有一天，我帮忙收粮，刚好赶上收粮的车坏了，一时半会修不好，提前回家就撞到王淑兰和村里赵大宝在滚床单，最后争执中被赵大宝杀死。死后找不到自己尸骨在哪里，无法转世投胎，在村子里游荡了3年。刀疤他们听到陈大彪的遭遇后，脸上都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大家都认为出来混的人很坏，却不知道出来混的人要比一些衣冠禽兽更讲规矩。我他妈最看不起的就是勾引别人老婆的人。秃子瞟了一眼老炮，你看我干鸡毛，我确实喜欢玩，但我玩的都是寡妇，我可没玩过有妇之夫。老炮极力解释，但他发现根本没人信，连忙转移话题，看着陈大彪问道：冤有头债有主，你刚才为什么要缠着我？因为你虚啊。这么说来，你的遗愿是找到你的阴骨。陈大彪点点头，又摇摇头。我的心愿除了找到阴骨转世投胎，还要让那对狗男女付出代价。要求还挺多，一般杀人埋尸不是藏在家里，就是抛尸荒野。你没回家看看家里有没有异常吗？我也想回去，可是那个贱人不知道在哪学的损招，把杀我的那把菜刀放在大门上，每次靠近我家都感觉那把菜刀要砍死我。看来这村子里有高人啊，大门上放菜刀，这可是风水中的大忌。既然那女人3年都没事，看来是有高人做法了。那是不是把菜刀拿走就行了？这东西只对鬼有用，对人没用。这样吧，我先想办法让你回家，如果没找到你的阴骨，再想其他办法。多谢大哥帮忙。刀哥，这件事我必须帮他解决了，不然他就会一直缠着炮哥，到时候炮哥可能就真哑火了。帮，必须帮！妈的，不行，我帮你把你老婆做了，你可别缠着我了。哥哥，我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可不能哑火啊。叶子，这件事你就帮他办了吧，
反正我们在这也没事，有需要帮忙的地方，直接和兄弟们说。晚上，我在陈大彪的指引下来到一个小院子外面。上集说到，怨灵缠上老炮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肾虚。得知怨灵苦衷，决定出手帮助，拿取功德。上集说到，我帮助陈大彪拿回阴补，正准备休息，顾青发来求助信息。这件事的起源是因一个传说，我们医科大学流传着一个传闻，前几天死掉的那个人叫周波，他对校园鬼故事非常着迷，总拉着宿舍里的人一起玩，因为一场招魂游戏要了他的命。招魂游戏？那天是周六，本来约着晚上一起去网吧包宿，周波却跑过来说他听到学校的传闻，说我们现在的男寝以前是女生宿舍，之前出了事情后才改为男宿，就是为了压住阴气。我们学医的胆子都挺大的，随后决定晚上一起玩招魂游戏。白若叶听到顾青的陈述后，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冷笑，大概已经猜到了顾青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们这就是自己作死。顾青沉默了一会儿后，再次开口说道：原本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招魂游戏，可周波竟然偷偷从遗体室弄来了当年出事女生的头发。晚上12点，我们宿舍6人便开始玩起了碟仙游戏。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动静，大家都以为没有效果，突然碟子动了起来，大家都被吓了一跳，松开了手。当天晚上，周波就死了。碟仙，看来他们是真把鬼招出来了。求求你救救我！白若叶虽然有心帮助顾青，可他现在正在跑路，也不敢贸然回到哈北市。这时柳白的声音传来：上次我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发现他印堂发黑，但还没到气数已尽，估计还能挺几天。你再坚持一段时间，等我回去我找你。顾青道了一声感谢后，白若叶把手机放在一边，对柳白问道：碟仙到底是什么东西？碟仙是一种招魂仪式，可以召唤阴魂的一些事情。有句古话说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阴魂也是一样，万一请来的是恶鬼就更麻烦了，不仅送不走，还容易丢了性命。那应该怎么把碟仙送走呢？送个鸡毛，直接弄死就好了。白若叶听后一脸无奈，总觉得柳白越来越社会了。第二天早上，白若叶突然感觉身上有点凉，睡意朦胧的睁开眼睛，只见刀疤他们正一脸不怀好意的看着他。哟，卧槽，叶子你特么裸睡啊！白若叶看向先到一边的被子，这才明白为什么会感觉那么凉。看嘛看嘛，你们这些老家伙别自卑就行。刀疤他们听后先是一愣，等他们反应过来后，齐齐的对白若叶竖起了中指。好了，别睡了，咱们要回去了。刀哥，蝎子的事解决了，摆平了。条子在蝎子车上找到了10公斤黑粉，功劳算在了条子身上，咱们也和蝎子撇清了关系。白若叶他们早就在村子里待得够够的，倒不是说农村没意思，只要他们不回去看场就没有钱。叶子，陈大彪的事警察介入了，已经破案了，也找到了陈大彪的尸。白若叶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他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碟仙的事。好路这几天白白浪费了5天的寿命，就剩下了28天的寿元，再不弄点功德，恐怕要扛不住了。回到哈北市后，刀疤让白若叶他们先回夜店，他则开车出去了。等刀疤回来以后，脸上挂着阴沉的表情。刀哥，怎么了？妈的，毒蛇帮老大麻三下了江湖追杀令，要弄死咱们，以后大家都小心一点。白若叶听后眼睛里，这事你们怎么看？既然毒蛇帮老大想要弄死咱们，那咱们不如先下手为强，先把毒蛇帮老大弄死，到时候毒蛇帮肯定会乱成一团，我们没准可以趁机吞掉毒蛇帮的地盘。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龙哥刚才说了，只要咱们能把毒蛇帮老大弄死，这条街上的场子就都给咱们。卧槽，刀哥，那咱们不就站起来了吗？其他人脸上也露出兴奋的表情。要知道这里可是闹市区，夜店、酒吧、KTV 到处都是，人流量特别大。他们看场子可不是按天算钱的，而是按当天的消费算钱。从你们跟我那天起，我就对你们说过，只要你们跟了我刀疤，以后有钱大家一起赚。这次是咱们的一次机会，干不干？必须干！妈蛋，终于要出头了！你们手里谁有生人，去盯着麻三，只要找到机会，咱们就干死他。麻三是毒蛇帮老大的外号，出来混的人没有几个会用真名，一般都叫外号，这也是为了保护家人。刀哥，我手里现在有4个人能用。刀疤和其他人听后，顿时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卧槽，叶子，你小子可以啊！才跟着刀哥没2天，就开始收小弟了。众人顿时笑起来，毕竟他们有人混了好几年，可是收小弟，收小弟是用钱的，出来混一是讲义气，二就是讲钱，没有钱谁会替你卖命？白若叶被众人笑得老脸一红。叶子，你的人有把握吗？别到时候把事干砸了，到时候再想弄麻三可就难了。放心吧，刀哥，他们都是我在孤儿院的兄弟，机灵得很。好，那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说完后，拿出一沓钱和一张照片扔给白若叶。照片上的人就是麻三，麻三经常出入凤凰夜总会，在那肯定能蹲到他。我知道了，刀哥，我现在就让我兄弟去办，不过这钱我不能要。刀疤听后笑了，凤凰夜总会里随便点瓶酒都要1800块钱，你能拿得起啊？赶紧拿着吧，把事办了才是正经。白若叶觉得刀疤说的在理，便不再推辞，随后和刀疤他们打声招呼便出去了。走了以后，秃子有点不放心。
刀哥，麻三为人心狠手辣，而且警惕性很高，让叶子去能行吗？秃子并不是不信任白若叶，主要麻三是个狠角色，他担心白若叶出事。叶子想要在道上混，这一关他必须过。东子，去弄几把5连发，咱们兄弟能不能站起来就看这一次了。上集说到，回到哈北市后，得知被下江湖追杀令，刀疤决定先下手为强，我则是找孤儿院的兄弟一起办事。老大，这么说你很快就能上位了，那时我们是不是就能跟着你混了？说话的正是白若叶在孤儿院的兄弟王德成，表面看着人畜无害，但是出手特别黑。坐在旁边的叫杨凯，非常能打，另外2个人叫姜猛和姜森，他们2个是亲兄弟，也都是打架不要命的货。我知道哥几个这3年都受苦了，这次对咱们兄弟来说是一个机会，只要能做了麻三，刀哥肯定不会亏待咱们。我杨凯这辈子只认你当大哥，你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胖子3人也郑重其事的点点头。老大，你就说让我们干什么吧。记住这个人，我要你们盯着他，一旦他落单，立刻通知我。放心吧，这件上我们肯定办好。随后又拿出1沓钱交给他们。老大，这钱是给你们盯着麻三用的。王胖子他们并没有推让，他们也知道这钱是干什么用的。好了，今天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咱们也挺长时间没聚了，今天就是喝酒。几人举起酒杯撞了一下，就在他们把杯里的啤酒喝光后，杨凯突然低声说：“老大，快看！”白若叶回头看去，只见麻三和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有说有笑的从夜总会里走出来，麻三身后还跟着20几个小弟。麻三身边那个人看着好像不是龙国人啊。麻三是靠做黑货生意起家的，毒蛇帮现在也做黑货生意。从那个人的样子看，他好像是从缅北那边来的。黑货生意，怪不得这么有钱。赚那种钱可是要掉脑袋的，而且华清帮有规定，不允许帮的人做黑货生意。你小子可别动歪心思。王胖子听后急忙点头。胖子虽然贪财，但他很听白若叶的话，不让他做的事，他绝对不做。白若叶他们喝到晚上11点多才离开，就在要打车准备回夜店的时候，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询问他回没回来。正准备回复消息，顾青的电话就打来了。你今天晚上能来我们宿舍一趟吗？怎么了？今天那个碟子动了。我们曾尝试把玩碟仙的东西扔掉，可不管扔多远，第2天早上都会出现。既然无法把那碟子扔掉，就想着出去赌一晚上。可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碟子突然自己转动起来，最后碟子停在一个字上面。什么字？死。我有种预感，我们宿舍今天晚上会出事，求求你快点来吧。白若叶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多。好，我现在过去。反正他现在回夜店也没事，索性直接打车前往医科大学。当他到了顾青这个宿舍楼下时，顾青已经在宿舍楼门口等着他了。这家伙的情况很严重，看样子很难活过今晚。看来他们招来的碟仙应该是个怨灵或者厉鬼。怨灵和厉鬼好对付吗？怨灵还好对付一点，如果是厉鬼，以你现在的实力很难。那如果真是厉鬼怎么办？那能怎么办？跑了。靠，你大爷的！哥，你总算来了，上楼吧。来到顾青宿舍后，看到宿舍的其他人，那些人的样子没比顾青好到哪去。顾青指向桌子说道：“就是那个碟子。”此时柳白的声音再次传来：“阴碟，阴碟是什么东西？”鬼喜欢吃香油，以前很多人上坟祭拜的时候都会准备香油倒进阴碟里，供先人享用。这东西阴气很重，不过对出马仙来说算是一件法器，看事的时候用得上，拿走。这还用你说？有用的东西当然要拿走了。看出什么了吗？宿舍的其他人也紧张地看着白若叶。白若叶没有理会顾青，而是慢慢闭上眼睛，开启阴阳眼，发现宿舍里笼罩着一团黑气。好大的怨气！还好只是怨灵，不是厉鬼。我用阴阳眼怎么没看到怨灵？柳白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怨灵应该附身在那个阴碟上。想要让怨灵显形，要用到阴碟才行。阴碟常年存放香油，香油已经进入阴碟里面，只要稍微加热，就能释放出香油的味道，引出怨灵。”这时白若叶想起顾青曾对他说过，他们在玩碟仙游戏的时候烧了一团头发，应该是头发燃烧把阴碟加热，释放出了香油味，引来的那些怨灵。看到鬼了吗？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随后把柳白刚才说的话对顾青他们说了一遍。你们是从哪里弄到阴碟的？顾青他们听到阴碟的来历后，脸上顿时露出恐惧的表情。这东西是周波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的。现在有办法把这东西送走吗？白若叶故意露出为难的表情。不太好弄啊。柳白则疑惑地说道：“这有什么不好弄的？只要把怨灵召唤出来，弄死不就行了吗？”老马，这你就不懂了。我要不装出为难的样子，怎么坑他们钱？靠，你小子还真阴损啊！不过我喜欢。蛇本来就以阴险著称，柳白曾经也带过10几个出马仙，但他们都太传统了，一点不对他的脾气。唯独白若叶和柳白很像，能上医科大的家里都有资源，所以白若叶打算飞他们一笔。你一定有办法救我们吧？我上次在医院里可是亲眼看到你杀了一个鬼的。杀鬼哪有那么容易？大师，只要你能救我们，我绝对不会让你白帮忙。5000不1万，我们愿意出1万。卧槽，
这几个逼果然有钱，张口就是1万，看来这次遇到大鱼了。顾青见白若叶没有回话，还以为钱给少了，这样我再给你加5000。白若叶猜到这不是他们的极限，便为难的说道：“哥们儿，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刚才看到你们宿舍里阴气缭绕，这里至少死过3个人以上，再加上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你们到底招来了几个鬼。”柳白听后直接笑出声来：“你小子还真黑呀，我喜欢。”顾青宿舍的老3方圆突然跪在地上哀求道：“大师，我再给你加5000，你一定要帮我们啊，我不想死啊。”白若叶知道人不能太贪心，要见好就收，叹了一口气，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好吧，看你们都是大学生，这个忙我帮了。不过什么？不过我只收现金。”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我们宿舍楼门口就有提款机，我们现在就去给你取。顾青他们毕竟还是年轻，也不知道白若叶是不是骗子，就下楼给他取钱去了。没一会取回来一沓100元大钞，交给白若叶。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白若叶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时间刚过12点，宿舍里面的阴气明显比刚才更加浓郁。你们过来，想要把鬼引出来，你们还要继续玩碟仙游戏才行。顾青他们听后顿时炸锅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玩招魂游戏了。我也不玩，尤其那碟子还是从坟地拿回来的，我才不碰呢。你们不玩，怨灵就无法出现，我也不能一直守着你们。万一等我走了以后，怨灵出现弄死你们，那可不要怪我。再说有我在这里，你们怕个鸡毛啊！顾青他们虽然心里十分抗拒，但白若叶已经这么说了，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玩未结束的碟仙游戏。就在他们要把手指放上去的时候，白若叶突然说道：“等等！”只见白若叶点燃一张白纸，放在阴碟上。柳白刚才说过，阴碟要加热才能释放出香油的味道，才能把鬼招来。顿时一股淡淡的香油味冒出来。好了，开始吧。顾青几人犹豫了一下后，最终把手指按在阴碟上，随后嘴里念叨着碟仙碟仙，请您出来。他们连续念了3遍，白若叶则使用阴阳眼看着宿舍里面。就在这时，他感觉宿舍里的温度突然降低了好几度，紧接着宿舍里的那些阴气突然开始聚集。来了。顾青他们听到话后，神色顿时紧张起来。白若叶看向顾青身后，眼角突然跳动了一下，只见一个女人出现在顾青身后。看他的样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厉鬼。老马，你确定我是他对手吗？怎么，你小子也有怕的时候？怕倒是不怕，就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小子，我看好你哦。这时，女鬼站在顾青身后用力一吸，顾青只感觉一阵眩晕，扭头看见女鬼吓晕了过去。大哥，快救救我们！你们先把顾青抬出去，我来对付他。高阳他们听后连忙抓着顾青抬出去，宿舍里就剩下了白若叶和女鬼。女鬼盯着白若叶，突然扑了过去。我要吸干你的阳气。就在女鬼发呆的时候，猛然打出一拳，只见一股怨气从女鬼身体里喷出，随后被白若叶吸收，同时感觉有使不完的力量。不过白若叶也来不及想那么多，朝着女鬼冲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听声音看来是谈崩了，应该是打起来，而且打斗好像很激烈啊，也不知道那家伙行不行。里面的打斗确实很激烈，只不过画面和高阳他们想的有点不一样，只是女鬼单方面的被暴揍。随着白若叶的击打，女鬼的怨气越来越重。那个女鬼哪里去了？你小子还真厉害，竟然把他身上的怨气都吸干了。女鬼没了怨气就可以断身投胎，这也算是功德一件。白若叶看向手腕，数字从之前的28变成了47，增加了19天寿命。现在知道当我柳仙一脉的出马仙有多好了吧？如果不是柳白教他的方法，他也无法吸干女鬼身上的怨气，获得那么多天的寿命。我怎么感觉我的肌肉好像比以前大了一点？可能是因为那些怨气都进入到你的肌肉中了。你不是说怨气可以增加法力吗？现在怎么变成增加肌肉了？我现在也没弄明白，难道是我的精血改变了你的体质？啥玩意？你不是男的吗？尼玛的，我说的精血是精华的精，没文化，真他妈可怕！大哥，解决了吗？已经解决了。白若叶本想回夜店，但高阳他们为了感谢他，说啥也要请客吃饭。几人来到烧烤摊，白若叶要了10个羊腰子和10串牛鞭，听得高阳他们眼睛都直了。白哥，你这是准备晚上整死谁呀？谁还没点爱好？吃得正开心时，听见隔壁小混混提到了毒蛇帮。听说了吗？毒蛇帮发了江湖追杀令，要弄死华清帮的几个小逼崽子。据说谁能弄死那几个人，就能接替蝎子的地盘。真的假的？您哪听来的？我不是说过吗？我姐夫是麻三的司机，我听我姐夫说的。哥几个敢不敢干票大的？干什么？昨天我姐夫喝多了，我听他说麻三每次交易黑货的时候只带2、3个人，咱们在他们的交易的时候把他抢了怎么样？我操，黑吃黑呀！你妈的，你小点声，咱们不谈那些黑货值多少钱。我姐夫说麻三每次光现金至少都会带300万。 200-300万，那都能买我命了，我干！我也干！
操，没准咱们这次能站起来呢。白若叶听到那些小混混的话后，拿出手机给王胖子他们发了一条短信。小混混还商议着如何黑吃黑，殊不知他们已经被盯上了。老大，家伙都带了吗？都带了。看到吃烧烤那几个人了吗？一会儿把他们抓走。这时，白若叶突然看见胖子手上竟然有一把手枪。卧槽，这是在哪弄的？夜市买的，15块钱一把仿真枪。这玩意不错，还是铁制的，我刚才还以为是真家伙呢。老大，这东西只要稍微改动一下，就能变成真家伙。姜森和姜萌两兄弟没事就喜欢摆动一些机械类的东西，什么东西到他们手里摆弄一会就能做出来。你们能把这东西改成真家伙吗？没问题的。老大，咱们到底要干什么？黑吃黑。这时，杨凯沉声说道：“老大，他们出来了。”白若叶看了一眼从烧烤摊出来的黄毛几人，随后上车开了过去。黄毛几人喝得迷迷糊糊的，走在大马路上，突然一道强光照来。你妈的，没看到有人吗？开鸡毛远光灯啦！另外几个小混混也叫骂起来。这时，就听一阵巨大的面包车快速的向就在1米的距离急弹了下来。你特么会不会开车？当黄毛来到面包车的车门前时，白若叶几人瞬间下车，还没等黄毛反应过来，一个黑漆漆的枪顶直接抵在黄毛的脑门上。王胖子他们用砍刀架在其他小混混的脖子上。黄毛看白若叶手里的手枪，顿时怂了。大哥，误会，刚才老弟喝多了，有点口无遮拦，求求你别开枪。白若叶没有理会黄毛，对着王胖子说道：“绑起来。”王胖子点点头，快速把他们绑了起来。黄毛这才反应过来，对方原来就是奔着他们。我们最近也没得罪谁啊。上车。黄毛他们现在寄人篱下，只能乖乖听话。上级说道：“解决掉顾青的麻烦。”正在吃夜宵时，听见隔壁混混知道麻三的动向，随即联系兄弟，决定黑吃黑。兄弟是哪条道上的？咱们有事好商量。如果我们哥几个惹到了几位，我愿意赔罪道歉。我们把你们绑过来，只是想问一点事。你们想问什么？我想知道麻三和缅北那些人的交易时间和地点。我也没和别人说过这件事，他怎么会知道？就在黄毛疑惑的时候，王胖子拿起一根铁棍，对着黄毛的肚子猛地打了下来。我老大问你话呢！黄毛疼得发出一声惨叫，他一脸愤怒地看着王胖子。王胖子见状，拎起铁棍对着黄毛又打了好几下。我特么让你看！大哥，别打了！我的兄弟脾气都不太好，现在可以说了吗？兄弟，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你应该也知道麻三是什么人。黄毛还没说完，就被白若叶打断。我不想听废话。随后对王胖子摆摆手，王胖子心领神会的点点头，走到黄毛身前，猛地一铁棍。你如果再说废话，我就把你的腿都打断。如果我说了，你会放过我们吗？哼，我们只是求财而已。白若叶当然不会和黄毛说实话，他也不是傻子。好，兄弟，我认栽。看来你也摸清楚我的底了，那我就告诉你，麻三和缅北的人会在后天晚上11点在城郊老粮库交易，我就知道这么多。这些消息是我姐夫告诉我的，至于真假我也不知道，该说的我都说了，放过我们吧。放心，今天的事我们肯定不会说出去。你也不是第一天在道上混了，我虽然答应放过你们，但肯定不是现在。后天晚上我们会去城郊老粮库，如果我们看到了麻三，就会回来放了你们；如果没看到，那你们就一直在这里吧。估计别人发现你们的时候，你们应该都已经臭了。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麻三和缅北那些人什么时候交易？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放心，后天晚上以前，我不会让你们死的。白若叶说完后，对姜森点点头。姜森把汽油桶点燃了，胖子他们坐在沙发上，眼神不善的看着。如果你给我们的是假消息，老子就把你扔进桶里烧了。黄毛猛地吞了一口口水，他能看出对方都是亡命徒，不然也不会去想去动麻三。姐夫啊姐夫，你妈的，你要骗我，我这次就死了，到时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随后我让杨凯他们出去买吃的，自己来到阳台上回想刀疤说的话，只是让自己盯着麻三。按照刀疤的性格是有仇必报，肯定会去对付麻三。麻三不死，我们都有危险，我还欠着刀疤一条命。现在做这些就是报恩。我真有点看不透你，亦正亦邪这个词用你身上，我觉得很合适。我只是不想欠别人的。我知道这次行动异常凶险，心里也是没底，也不想把王胖子他们牵扯进来。2个小时后，杨凯和姜森开车回来。怎么那么长时间？我都要饿死了，终于可以吃火锅了。我有一件事情说一下。怎么了，老大？不会是计划有什么变动吧？哥几个把你们当兄弟，我也知道你们都把我当大哥，所以这件事我不想把你们卷进来。随后把对付麻三会有什么后果对众人说了一遍。就算我们真把麻三杀了，毒蛇帮也不会放过我们，他们肯定要追回笔钱和货，到时候哈北市就待不下去了。你们没必要跟着我冒险。老大，我们在孤儿院里长大，在一起那么多年，一直都是你在帮我们，现在遇到了事了，你让我们走，那不是打我们的脸吗？我们都是孤儿，天生天养，在哪都一样，只要跟老大身边就行。姜森两兄弟也点点头，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也不走。”听到众人的话后，突然感觉有些泪目。我们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彼此间的关系早就胜似亲兄弟一般，正是因为这样，才不想把他们卷进来的。老大，无论生死，我们都跟着你一起。对，无论生死，我们都跟着老大。好，特么的，那我们就好好干他一票。哈北市不能带我们就去别的地方，
只要我们兄弟几个在一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话说开了以后，反而轻松了不少。接下来的2天时间，江森两兄弟一直在改装枪，王胖子看着黄毛他们，杨凯负责盯着麻三。第3天的杨凯突然找到我，老大，我今天听麻三的时候看到报纸上有刀疤的通缉令，我心中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随后打电话给刀疤他们，电话一直是关机状态。出事了，我才1晚上没回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拨通了另外一个号码，很快电话被接通。我刚想给你打电话，你就打过来了。夜店的事你知道吧？说话的女人是夜店的公关经理陈红，说白了就是帮人定台联系小妹的妈妈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刀哥他们电话怎么都打不通？昨天晚上有一帮人在夜店里闹事，是冲着刀哥他们来的。那些人把夜店砸了，最后和刀哥他们打了起来。我昨天跟着夜店里的人先跑了出来。不过在我跑出来的时候，听到夜店里面传来了一阵枪声，然后条子就来了，把我们带到6扇门做笔录，我才出来就给你打电话。你没事吧？陈红没想到我会关心他，心中顿时一暖。我没事，还好你昨天晚上不在，这段时间你最好别露面。我打听到那些人好像是毒蛇帮的人，你杀了蝎子，他们肯定会弄你。一会儿我去商场，在商场的储存柜里给你放一笔钱，你拿着钱先出去躲躲。一般人在这个时候恨不得和我撇清关系，生怕会牵连到自己，而陈红竟然主动要给我钱，我内心顿时一暖。小子，这姑娘对你绝对是真爱啊！不用，我兜里有钱，你这段时间也注意安全。你还会再联系我吗？电话里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期待。等我安全了以后，我会联系你。此时陈红站在大街上看着手里的电话，一脸担忧的神色。我挂断电话后把电话关机，刀疤他们肯定跑过，一时半会也不会联系我。麻三的动作还真快，刚发了江湖追杀令就找人去了夜店，也不知道昨天是谁开的枪。麻三不可能不知道上面有人要来查哈北市，他这个时候弄出这么大的动静，难道是声东击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麻三最近肯定会有大动作，看来黄毛说的也许是真的。麻三明天晚上很可能会和缅北那些人交易。白天我是叱咤一方的黑道大哥，晚上我是驱邪看事的出马仙。都说邪最可怕，可你却怎知人心就一定是善呢？今天我们去老粮库踩踩点，准备开一票大的，到时候看到麻三不用瞄准，直接开枪干他们。妈的，就算打不着也吓唬他们一下。晚上我们开着面包车就前往老粮库，就在杨凯快靠近老粮库的时候，突然把车停下。怎么了？老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哪里不对劲了？我过来时发现路上有人开业，而且很新，这里这么偏僻，应该不会有人来。看来他们应该是提前交易了，下车去看看。随后众人下车，悄悄地靠近老粮库，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老粮库的一个粮仓里，车旁有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麻三。老大是麻三，他们的交易提前了，还好我们提前踩点，不然明天再过来就扑空了。老大，咱们什么时候动手？我刚要说话，突然感觉身后好像有人，猛地回头看去，只见一道黑影站在身后，正诡异地盯着我们。老大，怎么了？这么大个人，你们没看到吗？王胖子他们警惕地看向四周，可什么都没看到，我才意识到不对劲。他是鬼，你那些小弟当然看不到。不是吧？这个时候遇到怨灵，没事了，继续盯着麻三。王胖子他们一头雾水，本来我不想理会那个怨灵，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如果错过，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就在我继续盯着麻三的时候，刚才那个怨灵竟然出现在身旁。大仙，求求你帮帮我！妈的，怎么挑这个时候来了？此时我真想骂街，现在情况紧急，我并没有理会怨灵。怨灵见状，继续不停重复刚才那句话：大仙，求求你帮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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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的，别磨叽了，没看老子现在有事吗？我们也没说话，看来老大最近的压力真的太大了。此时男鬼还在不停重复着：你能不能闭嘴？你再闭闭，信不信老子弄死你？怨灵似乎没有感觉到我的愤怒一样，让我顿时感觉到一阵头疼。这时一阵汽车轰鸣声传来，猜到是缅北那些人来了。别磨叽了，我帮，行吗？等我完事了，我再帮你。听到回复后，怨灵这才闭上了嘴。老大，你最近是不是晚上没休息好啊？人来了，都别分神，等他们交易的时候，咱们就出去。一辆黑色桑塔纳缓缓开进老粮库，下车的就是前几天和麻三一起从凤凰夜总会里走出来的那个矮个子男人。江森、江某，一会儿进去以后，你们2个去对付司机。胖子，你对付那些缅北人。杨凯，咱们2个对付面包车里的人。一会儿进去后，不用犹豫，直接开干。只见麻三和缅北一帮人说了几句话后，拿出一个箱子，我见时机成熟，动手。随后慢慢靠近，麻三正准备把箱子递给缅北人，突然感觉身后一凉，一个黑漆漆的枪口还没等他出声，这么近的距离被5连发打中，必死无疑。对面缅北人看到麻三被干掉，顺势拿出枪就要射击，突然脸色一变，发现手指竟然动不了，好像有人抓着他一样。我抬头看去，正是刚才那个怨灵抓着缅北人的手，随后举起5连发对着缅北人。江森和杨凯
桑塔纳快速向了外面驶去。另一边，麻三的小弟也想跑，王胖子和姜猛拎着5连发猎枪出现。走，刚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毒蛇帮的人很快就会收到消息，再不跑就跑不了了。老大，另一个缅北人也受伤了，应该跑不远，我们要不要追？不用，那些黑货在我们手里就是烫手的芋头，拿了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先回去。卧槽，过瘾！老大这包里是钱吗？这得是多少钱啊？你回去数数不就知道了吗？回去的时候，我让杨凯在大街上绕了好几圈，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回到公。老大，那几个人怎么办？虽然他们说不会乱说，但是保险起见，把他们都做掉。这时，我看到在老粮库救我一命的怨灵正站在不远处。抽吗？抽完记得把烟头扔了。你和以前的白家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以前那些的白家人十分古板，你做事却从来不按常理来。我知道柳子现在不会说白家的事，我也懒得再问。从记事起就在孤儿院里，早就习惯了。另一边，杨凯他们把黄毛几人的绳子解开。大哥，你们是要放了我们了吗？对，跟我来。王胖子他们脸上也露出冷笑，随后他们带着黄毛几人向禁闭室走去。老大，解决了，这地方不能待了，直接把这烧了。我早就想把这里烧了。随后胖子找来了汽油点燃，大火瞬间燃起。半个小时后，众人在杨凯出租屋里集合。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卧槽，都是100元大钞，这次发财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也是很激动。妈的，那个黄毛不是说麻三他们这次交易的金额有200-300万吗？这里怎么才50万？有没有可能麻三的面包车里还有钱？光顾着跑了，咱们也没检查一下面包车里。老大，要不咱们再回去一趟？从咱们抢了麻三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3个小时，再说那个缅北人还跑了，我估计毒蛇帮的人应该已经知道麻三死了，现在回去只能是自投罗网。也许毒蛇帮的人正在那里守着等咱们上钩呢。白若叶猜的没错，此时老粮库里确实躲着很多人，那些人都是毒蛇帮的小弟。虽然王胖子还有点不甘心，但是他只能放弃回去找那些钱。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老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华兴帮肯定回不去了，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如果你们想过平淡的生活，就每人拿10万块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众人听后都沉默了。老大，你打算干什么？我这2天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留在哈北市，毒蛇帮肯定不会放过我。当然，我也没打算放过他们。但我从生下来就在哈北市，去别地方生活不一定活得惯，所以我打算留下来。老大，我们2兄弟进孤儿院就一直跟着你，不如你成立个帮派吧，我们俩还跟着你混。对呀，老大，我也跟你混。还有我，人都能混起来，咱们差什么？老大，我不要钱，我只要能跟在你身边就行。只要能跟在你身边就行。虽然早就猜到他们会这么说，但还是感觉眼睛有点湿。好，那以后我们兄弟就一起努力，打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地。打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地。这时候要有酒就好了。附近有一个烧烤店，这个时间应该不能关门。杨凯，你和胖子买点烤串和啤酒，晚上咱们好好喝点。好嘞。记住，菜不露白，这钱暂时见不了光，你们花钱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手大脚的，那样容易引起别人怀疑。半个小时后，2人带着吃的回来，同时也带回来一条消息。老大，我们刚才等串的时候，听到有人唠嗑，说华兴帮的地盘都被人抢走了。华兴帮老大天爷晚上被人开了黑枪，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华兴帮完了。华兴帮身为哈北市3大帮派之一，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华兴帮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看来哈北市要乱了，不过这对咱们却是最好的机会。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抢地盘？先等等，现在还不是时机。现在正是哈北市最乱的时候，条子也盯得最紧，冒头就是找死，随便按个罪名都够在监狱里待几年的了。这段时间咱们什么都不用想，有钱了怎么也要好好享受一下。咱们能不能去洗浴潇洒潇洒？我还没去过呢，听说那里有小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名叫何飞的男人有多恋爱脑？生前爱上一个啤酒妹颜慧，因颜慧穿着暴露父母不同意，随后听信女友的主意，假装2人为爱殉情吓唬父母，没想到再次醒来就已经变成鬼魂。因为对女友的思念一直无法转世投胎，游荡回家后发现女友并不在家，包括行李都不见了。大仙，求求你帮我找到我老婆好不好？我就想再看她一眼。我猜到何飞的死肯定和那个叫颜慧的脱不了关系，然而何飞到死还没有改掉恋爱脑的毛病。你们结婚了？我们在今年5月20号领的结婚证。我刚才还在纳闷，如果颜慧想要和何飞分手，为什么要毒死何飞？哪怕何飞太粘人，也不至于弄死他。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你们住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房子是我爸妈给我买的，准备以后我结婚用。房子写的谁的名？本来是我的，我和颜慧领证后，我为了给她一个保障，把名字换成了她的。听到这，我真想抽他一个大嘴巴。你二逼吧，你俩都领证了，那写你们2个的名字不就行了？为什么只写他的？
为了他，我做什么都行。我还买了2份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也写的他。哎呀，我是喝农药死的，不知道保险公司会不会理赔。我彻底服了，这该死的恋爱脑！现在可以肯定他的死绝对不是意外。你到现在还为他着想，没准他现在正躺在别人怀里骂你大傻逼呢。不可能，他是爱我的，甚至比爱他自己还多。你给我消停一点啊！这也就是你昨天救我一命，换成别的鬼，我他妈早就一刀砍过去了。何飞冷静下来后，我问了一下颜慧的信息，说巧不巧，颜慧以前当啤酒妹的夜店正是我所在的夜店。随后用新办的电话卡打给陈红。你好，哪位？是我。你现在已经离开哈北市了吧？我还在哈北市。现在哈北市这么乱，你怎么还在这里？如果被毒蛇帮的人发现，肯定会找你麻烦的。我听说华兴帮现在的处境好像很不好。是啊，昨天晚上斧头帮突然开始扫华清帮的场子，天爷被暗算了，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你听我的，趁着现在哈北市正乱的时候，你赶紧离开哈北市。我并没有继续计较这个事，而是转移话题。对了，我这次找你是想问一个人，颜慧你认识吗？她以前在咱们夜店做啤酒妹，后来找了一个男朋友在商场卖化妆品。哼，你问他干什么？陈红的语气中带着一股酸味。你小子还真是命犯桃花，可惜你是个变态，可怜人家姑娘啊。是我一个朋友找他。他以前是跟我的，不过前段时间突然跟我说不做了。不做了？对，他来找我的时候身上穿着一身名牌，光包包就5万多块钱。不可能，颜慧是一个十分节俭的女人，她以前用的化妆品都是商场打折的。哼，那是因为以前她没钱。你在和谁说话？我说完可别吓到你，我刚才在和颜慧的男朋友何飞说话。何飞？不可能，我听说他不是误喝了农药死了吗？没错，我就是在和鬼说话。陈红沉默了一会，原本我以为他会当我在开玩笑，没想到竟然相信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何飞吧？让他死心吧。上次颜慧走的时候，我看到他上了一个男人的车，那个男人我认识，以前经常来夜店玩，是个保险公司的经理，以前就和颜慧有些暧昧。不可能！只见何飞身上的怨气不断增加，笼罩在他身上的黑雾犹如火焰一样在翻滚。这家伙要是个女鬼多好！男鬼怎么了？关了灯管的男的女的，干就完了。我尼玛！随后陈红把那个保险公司经理所在的地址告诉我后，就挂断了电话。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去找你女朋友？结果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找到她。好吧，那我就陪你去一趟。这时门外一阵噪，随后胖子几人走了进来。老大，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反正咱们现在有钱了，不如我们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有病咱们就治，没病就当唠嗑了呗。你他妈才有病呢！老大，你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一直在自言自语？我也是无奈，随后把明烛拿出来。也怪我，一直忘了告诉你们，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个出马仙。说完后，点燃明烛烛火，瞬间变成绿色。王胖子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绿色火苗，一脸好奇。这时何飞的身影缓缓出现。卧槽，你特么谁啊？鬼啊！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会自言自语了。知道了，知道了。老大，你快把他弄走吧。看到王胖子那副怂样，无奈的摇摇头，随后把明烛熄灭。老大，这个鬼缠着你干什么？我把何飞的事说了一遍，包括昨天晚上何飞救了我的事情。老大，他救了你，就是我们的恩人，这个忙我们帮他办了。其他人也点点头。我让胖子假装去买保险，打听保险公司经理动向。你好，美女，我想请问一下，黄德仁黄经理在吗？你好，先生，你找黄经理有事吗？王胖子故意拿出一沓100元大钞。上次黄经理找我说你们公司新出了一个意外保险，我今天刚好有空，就来问问。黄经理在3楼右边的经理办公室，您可以直接上去找他。前台小姐姐第一眼看到王胖子的时候，觉得他长得挺恶心。可自从王胖子拿出那一沓100元大钞后，顿时觉得王胖子帅了不少，还交换了联系方式。王胖子来到3楼后，很快就找到了经理室。他并没有进去，又不是真的来买保险的，只是来认人来的。经理室的门是打开的，在路过经理室的时候，向里面看了一眼，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正坐在办公桌后面，记住黄德仁的样子后，离开了保险公司大门。老大，黄德仁就在里面。大约等了半个小时，黄德仁才从保险公司里面出来，走到一辆桑塔纳轿车旁边，上车后开车离开。见状，我们急忙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跟了上去。20分钟后，他们来到一个新建的小区里面。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自己上去就行。说完后，带着何飞走进那栋楼里。当黄德仁来到3楼的时候，停下脚步，敲了一下靠近楼梯口的房门。老公，你下班了。何飞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后，身体猛地一颤，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这个贱人，我一直都以为他非常爱我，一切都为我着想，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对我，我要杀了他们。哥们儿，你女朋友我已经给你找到了，也算是我还了你的救命之恩。至于你要怎么做，那就是你的事了。我要杀了那对狗男女，你也不管。
我和他们无亲无故的，你弄死他们跟我有鸡毛关系？随后看了看手腕，又多加的7天寿命。走了，反正寿命已经到手了，我才不管何飞要怎么对付那2个人。当我走后，何飞扑向那对男女，随后房间传出一阵惊恐尖叫。老大解决了吗？咱们现在回家不？快冻死我了！你他妈白长这一身膘了！你看杨凯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卧槽，这3个逼不会是冻僵了吧？哎，卧槽，胖子快去叫车！我带着兄弟们去洗浴放松，旁边的混混一直挑衅，本来不想理会，谁知混混说刚抢了一个场子，我瞬间改变了想法，我要在哈北市立足，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说干就干。晚上就来到混混罩着的酒吧找机会。哎呦，2位这么巧吗？你谁啊？这是我们南哥，这个厂子是我南科造的，现在记住了吗？原来是看场子的，看场子的打扰客人消费，有点不合规矩吧？我南哥跟你说话是特么给你面子，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骂谁呢？你敢骂我？行，你给我等着啊！小混混一脸愤怒盯着王胖子，就要去拿刀砍。我见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打肯定不行了。看到杨凯3人走进酒吧，起身抓起桌子上的洋酒瓶，对着那个叫南哥的脑袋猛打下去。你妈的，你这事儿办得不对，是他骂的你，你他妈干我干什么？就在南哥的身体要栽倒的时候，身边小弟眼疾手快的一把扶住了他。南哥刚要道一声感谢，突然一个啤酒瓶飞出。你还不如不服我呢，这样我还能少挨点。有人闹事，好家伙！门口2个小混混听后，刚要去吧台拿刀，江森2兄弟拿出砍刀，对着2人砍去。另一边，王胖子拿着啤酒瓶和砸在抄家伙混混头上。此时，剩下的几个小混混拎着砍刀围了过来，杨凯急忙来到身前。老大，刀！喂喂，我给你这把刀是让你斩杀先人的，不是让你砍人的。这可是你白家的传家宝，你白家祖先要是知道你用这把刀去砍人，他们晚上很可能会托梦掐死你。就在柳白碎碎念的时候，我已经握着刀砍向小混混，小混混疼得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声，他伸手捂着被砍的地方，鲜血不止。旁边的小混混见状，顿时傻眼了，他们以前都是大街上的二流子，欺负小孩还行，根本没砍过人。剩下的小混混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并没有停手的意思，冲上去对着那些小混混的肩。此时手上的刀居然把血迹吸收，顿时让我涌出一种嗜杀的冲动。小混混见我停下，马上掉头就往外跑去。洗浴中心的时候，一个个牛逼，吹得比谁都行；到动真格，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这时江森2兄弟堵在门口，都特么给我站那！谁特么要是敢往外跑，看我弄不弄你们！那些小混混被江森的气势吓到，还真停了下来，把刀都特么给我扔了。刚才就你骂的最坏是吧？还没等那个小混混说话，猛地一嘴瓶砸在脑袋上，小混混直接眼睛一翻晕在地上。就这么一下就晕了，这逼样也敢出来混？剩下的小混混一脸胆怯地看着我。老大把他们都砍了得了。小混混听见胖子这句吓得脸色苍白。现在哈北市非常乱，条子那边盯得也紧，我也不想闹出人命。把你们的人都抬走，以后滚远点，再让我看到你们，下次你们可就没这么好运了。我记住你们了，如果你们敢报警，我保证你们的尸体会在大街被人发现。小混混急忙点头哈腰说不敢。现在有些小混混非常不讲规矩，不得不放。杨凯，你跟着他们，他们就是一帮怂包，保不齐会报警阴我们一下。我跟了刀疤3年，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东西，而且我知道，想要在哈北市混出点名堂，除了游泳还要有谋，光靠根本站不住脚。杨凯离开后，我走到舞台上。抱歉各位，刚才有一点小插曲，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叶子，以后这家酒吧就归我们兄弟罩着，以后只要是来玩的，这都是自己哥们，遇到事可以和我们哥几个说，别的我不敢保证，在这家酒吧，我敢保证没人敢动你们。好了，各位继续嗨。没一会人群就恢复以前一样，就像没事发生一样。把你老板叫出来，就说我想找他聊聊。这时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走了过来。我就是这个酒吧的老板，我应该比你大一点，你可以叫我柔姐。韩柔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慵懒和洒脱，她面对我没有丝毫畏惧，反而表现得十分平淡。我在夜店里干了3年，什么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眼前这个女人不简单。柔姐，我叫叶子，这些是我的兄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想帮你看场子。好啊。韩柔脸上并没有变化，而是十分爽快，这一下倒是给我弄得一愣。把场子交给你们，总比交给那些只会打嘴炮的人要强得多。按照道上的规矩，我给你们营业额15%的看场费，不过看场费要1个月一结。如果你们在1个月内没有守住自己的地盘，我是不会给你们看场费的。放心，规矩我懂。这时，韩柔看了一下手表，对一个服务生说道：“快12点了，和客人说一下，准备关门了。”这时候夜生活刚开始，怎么就要关门了？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肯定会对韩柔的话嗤之以鼻。而我是真见过。你相信有鬼？我们还见过鬼呢。我并没有开玩笑，我之所以要在12点以前关门，因为过了12点以后不干净。我看着韩柔的样子，并不像是开玩笑。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本来上下2层，上面是包房，
下面是酒吧，就因为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我才把楼上关了。这时服务生准备让客人离开。等一下，怎么了，叶哥？这个场子现在既然归我管，我就要负责到底。无论来闹事的是人还是鬼，我们都会摆平。韩柔听后眼睛猛地眯了一下，以前给他看场子的小混混换了一波又一波，那些小混混除了会吹牛逼以外，简直可以用一无是处来形容，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认真的小混混。如果你能把酒吧里的鬼解决，看场费我给你提到20%。那我就先谢谢柔姐了。换成是别人还真解决不了这个麻烦，但在我这里，这根本算不上是麻烦。小子，我刚才就感觉到这里煞气很重，这小妞可能是得罪人了。得罪人了？什么意思啊？煞气与阴气不同，如果是阴气重，也许是因为这里以前死过人，阴魂不散造成的；煞气则是人为的。柔姐，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里以前应该没有发生过闹鬼的事吧？是不是突然就闹鬼了？韩柔想了一下，用力点点头。是的，以前酒吧一直安然无事，直到2个月前突然……难道是他？韩柔想起来，他在2个月前开除了一个服务生，因为手脚不干净，总是偷吧台的洋酒出去卖，最后甚至还偷客人的东西。发现后把那个服务生开除了。自从开除了以后，酒吧里就突然发生了闹鬼事件。你怎么知道我得罪人了？随后我把煞气的事对韩柔说了一遍。你还懂这个？我老大可是个出马仙，经常和鬼打交道，阎王爷见到了我老大都要立正站好。他相信白若叶肯定有些道行，但是让阎王爷立正有点夸大其词了。有办法解决这里的煞气吗？我急忙问脑子里的柳白。老马，怎么办？这种低级手段哪用得上我出手？用你的阴阳眼看看煞气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就好了。柔姐，还有几分钟就12点了，确定不用关门吗？不用。老大，不会是那个玩意儿来了吧？没错，还不止一个，看来都是被煞气引来的。老大，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帮你对付那些鬼？你可以让他们帮你，不过就是有点费血。随后我脑子里出现了一道符咒，只要用你的血在他们后背上画上这道请神符，就可以看到鬼了。要对付鬼的话，你还要在他们的砍刀上沾上你的血才行。这请神符画法这么复杂，要用多少血啊？还是我自己来吧。此时2个阴魂走进酒吧，上集说到柔姐的夜店每到12点就会有脏东西。就在酒鬼刚进入夜店，卡台客人突然跳出来找事。韩老板，听说你这酒吧闹鬼，每天12点之前就会关门，今天怎么没关门啊？韩柔听到舞台上那个人的话后，脸色顿时一黑。这个人他并不认识，而且闹鬼的事一般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些熟客才有点了解，摆明了就是来闹事的。韩老板，说吧，你这酒吧为什么会闹鬼啊？该不会是这里死过人吧？男的说的正起劲，突然被白若叶一脚踹倒在地。咋的？你们这闹鬼还不让说啊？跟着他一起来的人见状就要上前，这时王胖子4人出现在他们身边，拿着砍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这几个人是在我们抢完地盘以后才来的，并不知道我们是看场子的。你们干什么？信不信我爆6扇门？你们来我老大罩着的酒吧闹事，还问我们干什么？报警！你报个试试，信不信老子把你拉火葬场烧了？此时来闹事的几个人都慌了，他们没想到酒吧有看场子的人。梁涛不是说这里没人看场子吗？只见为首闹事的人已经被踢晕了过去。我对王胖子他们点点头。王胖子见状，架着那些来闹事的人走出酒吧。过了没一会，一阵惨叫声从外面传来。经常来酒吧玩的人对这种事早就见怪不怪了，只不过他们对刚才那个男人说的闹鬼事件感到十分好奇。我则是直奔2个喝酒的客人走去。那2个客人好像不要命一样，拿着酒瓶子不断的往嘴里灌。当他们正准备继续拿酒的时候，被我拦下。他们的脸色发青，一看就不正常。随即我开启阴阳眼，只见刚才走进酒吧的2个阴魂正附身在客人的身后。小逼崽子，你最好别多管闲事。老马，他们附身在那2个人身上，我看他们会不会把那2个人也砍死啊？你能不能换个称呼？把你的血沾在砍刀上，这样就不会伤到人。随后我把砍刀拿出来，伸手抓着砍刀的刀刃拽了一下，鲜血沾在刀刃上，冒出诡异的红光。握着砍刀就对着那人砍去。酒吧里的客人见状，倒吸一口凉气，韩柔脸色也猛地一变。这时，一道黑影突然从那人身体里钻出来，黑影的肩膀上流出黑色的血液。我尼玛！被附身的客人果然没有受伤。原来我的血这么好使。你的血确实很特殊，所以也会让很多妖魔鬼怪惦记。另一个被酒鬼附身的人突然抓着一个啤酒瓶对着我的脑袋砸来，我侧身躲过，随即用划伤的手抓住男人的头砸到桌子。给我出来！随着手臂用力，直接把酒鬼拽了过来。敢来我的场子闹事，我让你魂飞魄散！男鬼消失后，被附身的客人缓缓醒来，他们只感觉头晕乎乎的，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韩柔一脸惊讶，看来他并没有说谎，还真是个出马仙。有意思，出马仙见得多了，拎着砍刀的出马仙还是头一次看到。处理完2个酒鬼后，发现酒吧里的人都在看我。各位老板，请放心玩，
酒吧有我罩着，就算有鬼也要乖乖去后厨刷酒杯去。还真是有什么样的小弟，就有什么样的老大。哈北市的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酒吧里的客人不但没有因为酒吧闹鬼而离开，反而露出兴奋的表情，拿出电话和朋友吹起了牛逼。二哥，别这么睡了，我跟你说，我刚才看到鬼了。对，就在夜归人酒吧，真的，撒谎，我是你儿子。我答应你的是说到做到，以后看场费涨到20%。不过这里的煞气，放心，我会处理。这时，王胖子4人从酒吧外面走回来。老大，问出来了，他们说是一个叫梁涛的人指使他们来酒吧闹事的。那个叫梁涛的人，就是你说开除的那个服务生吧？韩柔面色阴沉的点点头，他没想到只是简单的开除了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员工，竟然引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们不会白拿你的钱，那个人就交给我们吧。柔姐，你稍等我一下。没一会我就拿着一把斧头走来。酒吧里闹鬼，就因为这把斧子。这是从门梁上拿下来了，如果是挂在门梁上，就会驱邪挡煞；而放在门梁上，就会产生煞气，轻则招来邪祟，重则甚至会闹出人命。那这把斧子现在该怎么处理？当然是谁的就给谁送回去。这里有人知道那个叫梁涛的住在哪里吗？白哥，我知道梁涛住在哪。随后给了一个地址。把斧子收好，明天还给他。王胖子接过斧子后，脸上露出戏谑的表情。柔姐，明天是不是2楼也可以营业了？只要没有那些脏东西捣乱，当然可以营业。我之所以如此关心酒吧的生意，主要因为我们的看场费和酒吧的收益直接挂钩。明天我开始招人，招到服务员和服务生，2楼就正常营业。柔姐，我认识一些人，都是和我在一个孤儿院长大的，知根知底，人品都不错，不如我让他们过来，怎么样？韩柔听后神色一愣，没想到白若叶竟然是个锅。好，我相信你的眼光，那明天就让他们来吧。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说白若叶现在给酒吧看场子，他都吱声了，韩柔多少也要给他一点面子，反正招谁都是招。第二天中午，我给了杨凯2万块钱，让他和江森去弄台车，联系孤儿院的事情交给王胖子，我则是拿着斧子和江猛离开酒吧。此时，老城区居民楼里，梁涛邋里邋遢的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着花生米。臭娘们，竟然敢开除老子！你不让我好，你也别想好，先给你点教训，等老子找到机会就把你绑了，到时候让你好好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梁涛还以为是他找的那些人回来了，起身去开门。来了来了，你们怎么才回来？你们找谁呀？你是梁涛吧？我是，你们是？认识这把斧子吗？梁涛看到那把斧子后，眼睛猛地瞪大，一眼就认出那是他放在酒吧门梁上的那把，猜到我们肯定是韩柔派来找他麻烦的，就要掏。小逼崽子，玩的挺阴啊，喜欢玩斧子是不是？我特么让你玩，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你要再敢耍花样，老子就要了你的命，听见了吗？不敢了，我不敢了。梁涛在酒吧里干了那么长时间，一看就知道白若叶和江猛是道上的人，道上的人做事都心狠手辣。就算白若叶现在让他去报警，他都不敢。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看向一边的桌子上放着几张纸，还有一张韩柔的照片。看到纸上的内容后，眼睛里猛地闪过一道冷光，随后把东西拿走。回到酒吧后，韩柔正坐在吧台前喝酒。事情办好了，不过我在梁涛家发现了这个。韩柔疑惑地接过那几张纸，当他看到纸上的内容后，脸色顿时冷若寒霜。那几张纸上写的竟然是策划绑架他的方案。谢谢你，剩下的事你不用管了。韩柔说完后离开了酒吧。昨天看到韩柔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哈北市藏龙卧虎的人很多，刚才面色如此平静，看来他已经想到对付梁涛的办法了。那小子估计要完了。这时，杨凯和江森笑嘻嘻的从外面走了回来。老大，车买回来，走去看看。只见门口停了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老大，这车可以吧？新的。这车2万块钱能下来？嘿嘿，2万8，我自己添了8000。老大，这车多好啊，新车，而且开出去还有面儿。确实不错，明天回去我把钱给你，这钱不能让你出，别和我磨叽。杨凯了解白若叶的性格，从来不让自己兄弟吃亏，他也就没酒劲。这时，韩柔开着一辆车停在门口，下车后朝着白若叶走来。车不错，你和我来一下。我和韩柔走进酒吧，王胖子他们则一脸兴奋地坐在车里东看看西看看，这可是他们人生第一辆车，他们怎么会不激动？韩柔来到吧台前，拿出一个文件袋递了过来，文件袋很鼓，我一下就猜到文件袋里面是什么。柔姐，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那几张纸等于救了我一命。刚才梁涛被警察抓了，他交代了要绑架我的事。如果不是你今天找上门，他们这几天就准备动手。虽然咱们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我能看出你很讲道义。不过这钱你必须要收，以后我的场子还指望着你罩着呢。赶紧拿着，别让人看到了还以为你欺负我呢。柔姐，我一看你就不是一般人，我估计我要真欺负你，用不了1天我就能在哈北市消失吧。我可是正经的生意人，什么消失不消失的。不过让人在监狱里待几10年，我还是有办法做到的。果然韩柔不简单，应该和上面有关系，而且关系还挺硬。我也没再墨迹，收起了韩柔给的文件袋，里面有5万块钱。
这5万块钱对韩柔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出来立棍的第一笔收入，心里非常兴奋。这时，服务生带着换好衣服的6个人从更衣室走出来。这就是你找来的人吧？这位是你们以后的老板，叫柔姐。6个人乖巧的对韩柔叫了一声柔姐。韩柔也算是老油条了，她从那6个人清澈的眼神中一眼就能看出那涉世未深，都是老实人。你们都是叶子找来的人，我信得过他的眼光，好好干，柔姐不会亏待你们的。6个人急忙感谢。小黑，你带他们熟悉熟悉该干什么。好的，叶哥。你找来的人不错，看着挺老实。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所以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韩柔听后盯着白若叶看了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什么。以后有什么打算？要继续发展吗？几天前我还没有现在这种想法，那时候的我只想跟着刀疤当个小弟。可当我经历了这几天发生的事后，加上现在的寿命只有60几天，想法也慢慢变了，心中总有一种不甘，不甘自己是个孤儿，不甘每天为了自己的寿命提心吊胆，不甘寄人篱下，不甘自己就这么平凡的过完一生。我想要活出自己的人生。那等你当了老大，是不是就没空罩着我这个小酒吧了？怎么会呢？这可是我第一个场子，我当然不能不管。人家都有个威风凛凛的帮派名，你是不是也应该弄一个？韩柔的这番话还真把我问住，我文化水平不高，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一个拉风的名字。喂，小子，我给你想一个牛逼的名字，就叫玄天帮或者巨蟒帮，多牛逼！我要真叫这个名字，以后肯定会成为道上的笑柄。不如叫天华会怎么样？我感觉要比毒蛇帮、虎头帮这些名字好听。天华会念叨了几句后，发现越念越顺嘴，而且确实比毒蛇帮和斧头帮要好听得多。好，天华会这个名字好，以后我的帮派就叫天华会了。总有一天，我会让哈北市帮派都知道我们天华会。好，我等着那一天，到时候可不要忘了我这个小酒吧呢。那是必须的。这时，韩柔突然对着白若叶伸出小拇指。拉钩，以后不管天华会有多厉害，你都要罩着我的这个小酒吧。我白若叶说到做到。韩柔虽然看着很成熟，其实也是个小女生，最主要的是对白若叶他们并不反感，反而充满了好奇。她也很想知道白若叶他们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毕竟现在出来混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刚在道上混几天就没了。这小妞不错，可惜你是个变态。这时，王胖子他们嘻嘻哈哈的走进来，当看到白若叶和韩柔手拉手，非常有眼力价的转身就要往外走，知道王胖子他们误会了，急忙松开韩柔的手。回来开会。王胖子4人脸上挂着别有深意的笑容走回来。你别瞎想啊，我们刚才是拉钩呢，对吧，柔姐？然而韩柔只是笑笑，并没有解释。拉钩啊，不是拉手啊。好了，说正事，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没有个像样的帮派名字怎么能行？老大，咱们叫什么啊？猛虎帮怎么样？虎虎生威，多牛逼！我看你就挺虎。你牛逼，你取个牛逼点的啊！你脑瓜子早上是不是被门框子夹了？老大既然找咱们开会，这证明老大已经想好名字，你特么还猛虎帮你？2虎。江森两兄弟发出一阵嘲笑声，笑得王胖子老脸一红。韩柔看着白若叶他们，脸上也跟着露出一种笑容。他已经很久没这么笑过，忽然发现酒吧里突然多了这几个活宝也挺好。以前很讨厌有人来看场子，主要那些人身上的江湖气太重了，要不就是一些油滑舌的小混混。他发现白若叶他们不同，经过一番打闹后，我把帮派名字的事告诉他们，众人一致同意。天华会还真是越说越上口，这个名字好，比什么毒蛇帮、斧头帮、猛虎帮什么的好多了。王胖子瞪了杨凯一眼，毕竟猛虎帮可是他想的。老大，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问住了，我一点混社会的经验都没有。这时柳白的声音在脑子里响起。其实发展帮派和立堂口一样，首先要壮大自己的实力，然后再扩张地盘。当然，在这期间一定要选对人，比如立堂口，如果4梁8柱没选好，很可能会两倒乌打。柳白的话点醒了我，我们现在只有5个人，看一个场子都费劲，更别提抢地盘了。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实力。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看好场子，如果场子让人抢走了，对什么都白费。其次，我们要找点人，就靠我们5个人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老大这么说，我们可以找小弟了。刀哥在华兴帮7、8年才带了9个小弟，你小子刚出来混就想带小弟啊？杨凯他们顿时嘲笑起王胖子，王胖子无奈的挠挠头，带小弟不是威风吗？你想找小弟也不是不行，但你找的小弟要你自己养。王胖子听后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毕竟他的钱也不多，养活自己都费劲，更别提养小弟。怎么样，不错吧？奇怪，世上还有男人不好色，你该不会是？我正常的很。我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成为出马仙以后，口味就变了，只对身上有怨气的女鬼有感觉。老马，我到底怎么回事？这样下去，我不会真出问题吧？这可不怪我呀，
你们白家以前的人不也一样结婚生子过得好好的吗？要不然怎么能有你？我听后也是很疑惑。不过你母亲也不是普通人，她是胡家的出马仙。难道我以后也要找个出马仙当老婆吗？白哥，我们来了，你这业务也太杂了，又是出马仙，又是看场子的，还不是为了活着吗？这个场子以后就是我罩着了，你们以后可要多来光顾一下。放心，白哥的场子我们必须捧场，而且这离我们大学也不远，到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给你宣传宣传。那就谢了兄弟，去玩吧，给他们拿一大啤酒，送我的。那可不行，我们是来捧场的，怎么能让白哥请客呢？放心，我们有钱，不用给我们省。高阳他们还是第一次来酒吧，顿时被舞台上小妹吸引住了。以后这种节目可以多来点。我去对面吃碗面，你吃吗？我减肥。当我走到小摊前时，看到一个男人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吃饭，突然想起了3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刚从孤儿院里出来，身上身无分。哎，哥们儿，饿了吧？走，我请你。男子回过头来，看着年纪要比我大几岁。走吧。男子犹豫了一下后，便跟了上来。有忌口吗？老板，2个大碗牛肉面。兄弟，看样子你应该不是本地的吧？你请我吃面，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只是吃个面而已，谁都有难处的时候。3年前我也有和你现在类似的遭遇。我周斌从来不白吃别人的东西，你请我吃面，这个恩情我记住了。我只是笑笑没有说话。很快老板端了2碗牛肉面上来，周斌也不管烫不烫，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还没等我放完浇油，1碗牛肉面已经被吃光了，就连汤都喝，能看出他是真的饿了。再来2碗大碗牛肉面。这碗面我没动，你先吃吧。周斌也不客气，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连吃了5碗大碗牛肉面，这才吃饱。你这是多久没吃饭了？5天。周斌的话让我微微一愣，这么冷的天，5天没吃饭，一般人早都饿死了。听你说话的声音，你应该也是东北的吧？快过年了，买张票回家吧。周斌看着面前的200块钱，迟迟没抵。我也不是慈善家，只能帮到这里了。这时突然看到2辆面包车停在酒吧门口，10几个人拎着铁棍冲进酒吧里面。卧槽，有人闹事！随后抓起一块砖头冲向酒吧。周斌看着我拎着砖头朝着酒吧跑去，随后也抓起一块跑向酒吧。你们给我听好了，我叫杜成，道上的人都叫我杜三，以后这个场子就是我罩着了。你们这帮小崽子毛都没长全，还想学人看个场子？今天三哥给你们点面子，要么现在滚，要么等着我们把你们抬出去，你们选一个吧。我选你妈，胖子拿家伙。这时杜成的一个小弟拎着铁管对着白若叶的脑袋猛地砸去。老大小心！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周斌突然冲上来猛地一掌打在那个我没想到周斌会来帮我，而且看样子周斌的身手还不错。我周斌从来不白吃别人的东西。说完后握着铁棍就加入了战斗。老大刀！王胖子又递给姜猛一把砍刀，局势瞬间变得一边倒。原本嚣张的小混混被白若叶他们短短几分钟就都砍翻在地上。给我记好了，这里是我天华会的场子，以后再他们过来闹事，我把你们都他们弄死。滚！小混混听后站起来，急忙往外跑。当他们出去后，我对王胖子使了个眼色，王胖子心领神会的点点头，向吧台走去。混混们刚坐上面包车，白若叶他们突然从酒吧里走出来，见状急忙扭钥匙，担心白若叶反悔。可哈北市的冬天实在太冷了，面包车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废车场盘来的，半天都打不着火。就在把面包车打着火的时候，胖子突然拿出一个酒瓶，狠狠地砸在一辆面包车的车头上，酒瓶里的液体洒在面包车上。这时胖子拿出一个打火机，一脸狞笑地看着面包车的小混混。你还寻思你妈呢？赶紧开车啊！你想等着咱们被烧死吗？就听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2辆面包车嗖的一声窜了过去。卧槽，他们胆子也太小了吧！我就点根烟，他们跑那么快干什么？胖子，你不会真拿了瓶划来是吧？老大，你当我傻啊？那酒那么贵，我怎么能浪费在他们身上？我拿的是一个空瓶，里面倒了一点客人喝剩下的啤酒。王胖子是他们里最抠的，白若叶一想也知道王胖子不能真拿一瓶华莱士，毕竟酒吧里造成的损失可都要算在看场费里。王胖子可不傻，这算是我还你的那顿面钱，你给我的200块钱，以后我会还给你。喂，兄弟，你叫周斌是吧？你要是没地方去，想不想跟着我？管饭吗？放心，你以后跟了我，我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就这样，手里又添了一名猛将。刚回到夜店以后，服务员已经把地面收拾干净了。白哥，原来你这么猛！刚才我们想帮忙来着，看到你们占据优势，我们就没来听了。你们就好好上你们的学，没事多带点人来玩就行了。对了，要是再遇到什么灵异事件，记得找我啊。顾青他们急忙点点头。等顾青他们离开后，我把周斌介绍给王胖子他们。兄弟，你打架挺猛啊，是不是练过啊？当过几年兵。当兵退伍不是都给钱吗？你咋混成这样的？我是在缅北当的兵。听到缅北2个字，顿时想起了和麻三交易的那个缅北。
在一番追问下才知道，原来周斌以前是被骗到缅北去的，他不想和那些人干电信诈骗就跑了出来，最后被缅北同盟军救了，就加入了他们。前段时间缅北内乱，同盟军被歼灭了，周斌这才回到老家，在家待了2个月后，决定来哈北市讨个工作。周斌冷漠性格与其他人有些格格不入，找了好几份工作都被开除了。你这种性格确实不适合去打工，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放心，以后有兄弟们的就有你的。这时，韩柔拿着一打啤酒走过来，看来你又多了一个兄弟了，我请的，庆祝你又多了一个兄弟。谢谢嫂子。我说错了吗？老大，你看看，这不光是我们误会，人家斌子刚来都看出来了。别瞎说，这是这的老板，以后叫柔姐。抱歉，柔姐。韩柔则一点也没生气，她以前非常讨厌那些小混混和她开玩笑，可她看到白若叶那一副正经的样子，却总想逗逗她。好了，你们兄弟聊吧，我有事先出去一下。老大，我看柔姐好像对你也有意思，你要不就从了吧？别瞎说，庆祝周斌加入我们，大家干一个。随后众人把啤酒打开，为了庆祝周斌加入，一口把啤酒干掉。白若叶昨天就立下了规矩，看场子的时候不许喝酒。虽然看场子喝酒不用花钱，但喝酒容易误事。放下酒瓶后，眼睛突然看向酒吧门口，只见一个女人走进酒吧里面，那个女人身后竟然有9条狐狸尾巴。上集说到，赶走杜婷后，周斌加入天华会。就在我们庆祝的时候，胡家顶香鬼魂找到我。小子，这小娘子可不简单，看她身后的尾巴，她应该是胡家的人，而且她还有9条尾巴。9尾狐可是胡家最顶级的存在。这女的是9尾狐？是也不是。这女的是个鬼，什么意思？一会儿9尾狐，一会儿鬼的。你小子平时挺聪明的，怎么听不懂呢？这小娘们生前应该是个顶香的，她家的出马仙应该是9尾狐。听到柳白的解释，我才明白是什么情况。看他的样子，他应该是找你来的。可是奇怪，以他的实力，怎么不去找胡家人，反而来找你呢？有没有可能他并不是想加入我的堂口，而是有事求我？那就更不可能了。5大仙家关系并没有世间传的那么好，相反，5大仙家这些年一直争斗不断。他身为胡家人，如果有事也应该去找胡家人帮忙。算了，不想那么多了，反正那个小娘们奔你来了，你自己问她好了。女鬼进入酒吧后扫视了一圈，看到白若叶，随后迈步走了过去。卧槽！都说狐狸精勾人，说的还真没错。我光看到他都有种被他迷惑的感觉。迷个毛线啊！你他妈就是想双休。奴家狐妹见过公子。卧槽，这小动静差点给我听去世了。瞅你的没出息的样，想当年老夫身边像这样的货色至少有10几个。你可别吹牛逼了，人家狐狸精喜欢你身上有灵啊。柳白听后差点气死，不再理我。为了防止别人以为自己是精神病，便带着狐妹走出酒吧。你找我有事？奴家见公子身上背着一个堂口，还未立4梁8柱，奴家不才，想加入公子的堂口，为公子分忧解难。没想到狐妹儿还真是奔着堂口来的。我对狐妹儿的能力并不质疑，毕竟柳白刚才也说了，狐妹儿身上顶着9尾狐，非常厉害。只是好奇，狐妹儿为什么要来我的堂口？你是胡家人吧？你为什么不去胡家的堂口，而是来我的堂口呢？实不相瞒，奴家和胡家人产生了一点小矛盾，这才离开胡家的。什么小矛盾？奴家顶的是胡家最高血脉9尾灵狐的香，胡家人担心9尾灵狐的血脉会被其他人染指，便想把我许配给胡三太爷的儿子胡九爷。柳白突然骂道：操！胡三太爷是他们跟我一辈子，他儿子至少也他妈几千岁了，让人家一个小姑娘嫁给一个老逼灯，亏得胡老三能他妈想得出来。然后呢？奴家不想嫁给胡九爷，胡九爷就想抢占我的身体，然后我就把他阉了。奴家不是故意的，是胡九爷自己撞在奴家手里的剪刀上的。奴家担心胡三太爷会报复我，我就在胡家的水井里倒了一点点砒霜，然后他们就生气了，一直在追杀我。我操，这逼看着柔柔弱弱的，原来是个黑寡妇啊！今年，不，胡美儿，你说的一点点砒霜是多少啊？就2斤而已。2斤砒霜还他妈而已，这小娘们是要灭了胡家满门啊！小子，听我一句劝，你最好别让她当鬼仙，万一哪天她给你的汤里下点毒，那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听到柳白的话后，总感觉耳边有人叫我大郎。你倒是很诚实，这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不过他要是真成了你的鬼仙，就等于签了卖身契，除非他离开堂口，不然不能做出对你不利的事。下次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想加入我堂口可不是说说就行，你都会什么？胡妹儿原本还以为说出她的事后我会拒绝她，因为要是把她收入堂口，就等于和胡家为敌。5大仙家胡家能排在第一，自然有些本事。胡妹儿并没有着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把她收入堂口的后果说了一遍。怕个鸡毛啊！胡家要是想来找麻烦，那就拼一下呗。公子当真不怕？我长这么大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那是因为你没文化。我现在真想抽柳白2个大耳刮子。
公子，奴家长魅惑之术可以控制人心，还有瞬息千里之术和千里取物之术，还有卜卦之术。胡家的魅惑之术可谓一绝，可以控制人心，千里取物之术也很厉害。以后你再砍人，就不用让那个胖子帮你拿刀，红儿可以隔着很远把刀送到你的手中。卜卦之术确实是胡家的法术，至于瞬息千里之术，还要看你柳爷我的。看你有个屁用！我也借用过了你的能力，我对胡妹儿的能力非常满意。好，我决定让你加入我的堂口，以后你就是我唐营的碑王了。随后拿出一块红布，让胡妹儿咬破手指按上去。下一刻，红布上冒出耀眼的血光，胡妹儿的名字出现在红布上。这时感觉手腕一阵发痒，只见寿命竟然增加了100天。没想到收了一个鬼仙，竟然增加了100天的寿命。我现在可以借用胡媚儿的法力了吗？可以，不过你现在4梁8柱不全，借用的法力也不会太强，而且不能借用时间太长，不然你会受到反噬。老马，那你说我要是和胡媚儿双修，会不会也把她弄得魂飞魄散啊？柳白还没说话，胡妹儿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脑子里。奴家身上有9尾狐的血脉，与公子双修只会增加法力，不会魂飞散。白若叶先是一愣，随后老脸一红，没想到胡妹儿竟然也能听到他的心声。小子，胡妹儿现在是你的碑王，她自然也和我一样能听到你的心声。再说这种问题，你直接问人家不就行了？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涌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4梁8柱都是美女，那是不是就能成为我的后宫了？这样不仅立了堂口，而且还能多修增加法力，这不是一举好几了吗？不过要防着柳白那家伙，这老灯泡子一看就不是好货。你才不是好货呢，老子可是玄天巨蟒，你当老子像你那样不忌口呢？柳白说的没错，蛇确实属银，但种族意识很强，而且柳白血脉高贵，一般灵物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最主要的是，柳白岁数大了，可能也不太行了。就在我准备回夜店的时候，碰见了韩柔。柔姐，有事？叶子，你真是出马仙吗？怎么了？你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不是我，是我闺蜜。我刚才出去就是见她去了，她最近状态不太好，可能被鬼缠上了。她也找人看过，但都没看好。既然是柔姐你的朋友，那我可以去看看。你这个忙不会白帮。我闺蜜的哥哥是老城区6扇门的头，你想要天花会走得长远，以后免不了要和这些人打交道。听到韩柔这话，让我眼前一亮。柔姐，你可真是我的贵人。以后天花会做大了，你别把我忘了就行。韩柔说完后俏脸一红，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奇怪，平时韩柔开玩笑我能看出来，可今天韩柔好像有点不对劲。小子，胡家人最擅长的就是魅惑之术，你收了胡妹当为王，以后桃花肯定少不了。随后韩柔开车带着我进入一个高档小区。女孩的嫂子在1年前意外去世，在嫂子周年祭奠后回家总觉得不对劲，每天睡醒衣服都会整齐放在沙发上。我感觉我嫂子可能跟着我回家了。你嫂子是怎么死的？车祸，当时我嫂子去接我哥下班，刹车失灵撞到了电线杆子上。不应该啊，这应该不算是碰死，你嫂子应该转世投胎了才对，怎么会还留在人间？聂雨飞听后身上猛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难道缠着我的那个鬼不是我嫂子？我不会被色鬼缠上了吧？我可不想我的第一次被这么不明不白的夺走了。韩柔尴尬的咳嗽2声，示意白若叶还在呢。我先帮你看看。随后就开启阴阳眼看向四周，只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脸色苍白，但面容随和。我感觉到女人对聂雨飞并没有恶意，反而眼神中还有一丝溺爱。你是她嫂子吧？聂雨飞听后眼睛猛地瞪大。你看到了我嫂子吗？真的是我嫂子回来了吗？你先别急，先听她怎么说。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听她说了你出车祸的经过，应该只是一个意外，你不算横死之人，怎么会留在人间呢？我也不知道。大仙，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看看我老公，我很想他，你能帮我转告他，让他过来吗？我感觉到吴小红身上并没有恶意，看来聂风和吴小红的感情真的很好。聂风是老城区6扇门的头，我想要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后，肯定会和他打交道。如果聂风让欠自己一个人情，以后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给你哥打个电话吧，让他过来一下，就说这里有人想见他。聂雨飞从白若叶的话中听出应该是他嫂子回来了，想到这，急忙打电话给他哥。当电话接通后，聂雨飞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让他哥赶紧过来一趟。10分钟后，聂风赶了回来了，看见妹妹哭红的眼眶，以为被欺负了，直接冲到白若叶面前。小崽子，敢特么欺负我妹妹？说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小崽子，我告诉你，我就这一个妹妹，你要是敢对她不好，我宁愿脱了这身警服也要弄死你。看聂风那副想要吃人一样的表情，我差点真以为自己把聂雨飞怎么了。这时，胡妹儿突然出现在身后，放开他！聂风突然感觉脑子一阵火，随后神色呆滞。好了，妹儿，没事了，你先回去。当胡妹儿消失后，聂风的神智才恢复正常。聂雨飞急忙把事情的原委对聂风说了一遍，聂风这才知道错怪白若叶了。聂风也是个敢做敢当的人，急忙道歉。我老婆真的回来了吗？能看出聂风也很思念吴小红。我把明烛点燃放在桌子上。
你们自己看吧。明烛的烛火变成幽绿色，聂风看到吴小红后，眼眶瞬间就红了。他上前想要去抱吴小红，可一把抱了个空，身体差点栽倒在地上。聂队，嫂子现在是鬼，人鬼殊途，你是碰不到她的。这时，吴小红痴痴地看着聂风，眼睛里突然流下一滴泪水。当吴小红的手放在聂风的脸上时，他发现他竟然感觉到了吴小红在触摸。人的眼泪代表执着，鬼的眼泪代表重生。都说鬼不会流泪，那是因为执念不够。看来他们是真爱。小红，我想你。给他们点单独的空间，让他们待一会儿吧。妹儿是谁呀？我感觉到韩柔的话中带着一股醋味。肯定是错觉，人家那么有钱，长得还好看，怎么能因为我吃醋？都怪王胖子他们瞎闹。媚儿是我的鬼仙。妹儿，听名字应该是女的吧？不管你是谁，赶紧从他身上给我滚下来！你干嘛？我没撞邪。十几分钟后，聂雨飞过来叫我们两人过去。此时明烛已经烧了一半。我可以制作明烛吗？当然可以，只要用鬼的头发做成烛芯，再弄上蜡油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仙，刚才是我莽了，多谢大仙让我再次看到小红。看来我算是搭上聂风这条线了，以后最起码我在老城区应该可以站稳脚跟了。大师，多谢你让我和小红可以再次见到，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这是我的名片，以后你要是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聂风绝对会尽最大的能力帮你。聂队，您太客气了，你别叫我大师了，叫我名字就好，我叫白若叶。叫大仙确实有点生疏了，这样你也别叫我聂队了，我比你年长几岁，你叫我峰哥就行，我也斗胆叫你一声若叶老弟。峰哥，我有一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老弟请说。我刚才听你妹妹讲了一遍嫂子的事，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些蹊跷。老弟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嫂子真是出了意外的话，现在魂魄应该已经离开人间转世投胎才对，不可能还留在人间，所以我怀疑。老弟的意思是那场车祸不是意外，而是人为。不知道峰哥那段时间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我们六扇门的得罪的人肯定不少，但一般人应该没有那么大胆，敢对我们家属动手。聂风突然想起吴小红出车祸的时候开的是他的车，难道真的不是意外？到底是哪个杂种敢对我动手？妈的，让我抓到他，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峰哥，你先查清楚是谁干的，这种事你不适合出面，不要因为一个杂碎影响到你的前途。想要报仇有很多方法，你只需要找出动手脚的人，剩下的交给我就行。聂风和聂雨飞听后好奇，我也不在意，把另一个身份告诉了聂风。你这身份跨度也太大了吧！若叶老弟，你帮了我这么多，格都记在心里呢，别的地方不敢说。在老城区，你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我都能保你。放心，峰哥，这件事我肯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